好难受。江瑶艰难地扯了扯衣领，手垂下去时，感受到了久违的冰凉。放手！江瑶睁开沉重的眼皮，发现自己正趴在一名肌肉结实的男人身上。我不是坠海死了吗？难道是回光返照，还附赠一场春梦？江瑶整个人昏昏沉沉的，怎么这么热？浑身像被蚂蚁啃咬，又痒又热，脑子都快炸了。反正是做梦，快帮帮我！滚出去！别吵！眼看着男人又要说话，江瑶直接堵上了他的嘴。唇瓣触碰到一起的瞬间，天雷勾地火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药效褪去，江瑶慢慢恢复意识，陌生的记忆涌入，她猛地睁大眼睛。我这是穿越了，从2025年穿越到平行时空的1983年，还是个流氓罪要坐牢，甚至吃花生米的年代。原主也叫江瑶，18岁，来部队寻未婚夫，未婚夫攀了高枝，想解除婚约，原主不愿意，后被小三刺激诱导，给未婚夫的领导下药，报复未婚夫。以我多年来看小说的经验，此情此景，肯定有人来捉奸。刚这么想，楼下就传来嘈杂的声音和匆忙的脚步声。没法跳窗，也没空间，这是要逼死人啊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也是被陷害的，快起来穿衣服啦，马上要来人了。贺寻也听到了动静，眼底的怒意更甚。贺营长，我也是被人算计的，刚刚的事不能让别人知道，我来这里是和你控诉我那未婚夫蒋世杰被性弃役的行径，其他的什么也没有，知道吗？一会你别说话，让我说。屋里气息暧昧，瞒不过人。他略一思索，抄起角落的煤油灯砸向地面。晚些时候我再来这里找你。给我下药，又不想暴露在人前，是想以此为把柄威胁我。在外面的人撞门进来前，江瑶先一步开门。你们吵吵嚷嚷的干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呢。你们不会也和这领导一样包庇蒋世杰那个负心汉吧？怎么想以多欺少？这一波先发制人，直接把那一行人干猛圈。江同志，我是妇女主任方红英。群众反映说你和贺营长关门闭户，独处一室，影响不好，请江同志解释清楚。群众反映肯定是蒋世杰他们搞的鬼，为什么关门？当然是蒋世杰做的事太无耻，我估计小时候的交情，不想让他名誉扫地。就算是这样，也不需要在屋里这么久，还请江同志让开，我要进去检查。舅妈，我还嫌你们来得太快呢，蒋世杰的所作所为，说3天3夜都说不完，这才到呢。蒋世杰和我的婚约是他父母和他点头的，他父母病弱，家境困难，我爸一直关照他们。他去当兵的时候，行李、车票和钱都是我爸准备的，我爸还帮他照顾父母，给他寄东西。我爸做这么多，是看在他是未来女婿的份上，也希望他日后尽心对我。哪知他就是个白眼狼，摊上了大领导的女儿，就想和我解除婚约，还想坏我名声，简直欺人太甚。说到最后，江瑶眼眶泛红，声音哽咽。作为妇女主任，我也是为了部队的声誉着想，希望江同志体谅我的工作。说话间，假装站不稳，扑向江瑶，伸手扯她衣服。方主任，我们才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对我又摸又抱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什么事？这么吵？贺营长，既然有群众反映，职责所在，我还是要例行检查，还你们清白。方主任的意思是，我和江同志不清白，还请方主任拿出证据和上级的书面指令。我去请示领导。你竟然还活着！我的意思是，江同志，你没事吧？原主断气的那一刻，我便已接管这具躯壳，无缝衔接，无人察觉。薛启玉这么说，是他给原主下毒了，还是能知晓未来？薛同志，我都害怕你的关心了。我听了你的提议，来找贺营长反映情况，方主任就来污蔑我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说完后，他也不管对方僵硬扭曲的表情，捂着脸跑了。身上黏黏腻腻的，满是暧昧的痕迹，要是被发现，我的名声就毁了，还会因为毒害军人的罪名蹲大牢吃花生米。薛启玉，你欠他的命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方主任是薛同志的姨妈。薛同志前脚劝江同志去寻贺营长，后脚让方主任去检查，这他打的什么主意？再清楚不过，一边引人上门问罪，一边让江同志去找贺营长一石二鸟，搞让那贺营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被人议论，薛启玉快要气炸了，但更多的是慌乱。江瑶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上一世，江瑶和这一世一样，来部队找蒋世杰，也是这一天，江瑶不知被谁算计，喝了下了药的水，还没被那大头兵糟蹋，就过敏窒息死了。这一世，他也吃了那药，怎么会没事？江瑶火急火燎回到招待所，用盆里的水擦洗一遍，又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才觉得活过来了。现在喉间阵阵发紧，身上也浮起的红疹，
灼痒难耐，原主恐怕正是死于过敏。就在这样的窒息与痛痒中，悄然离世。蒋世杰与薛启玉要动我，不过抬手之间，父亲一走，原主随母亲改嫁，从此便成了家里的出气筒和免费使唤的丫头。继父眼神浑浊，继兄居心叵测，那屋子早不是容身之地，我更不能回去。眼下唯一的活路是彻底离开部队，也远离那个所谓的家。当务之急是找份正经工作，解决户口和住宿问题，再慢慢挣钱买房。想到在整件事情中最冤的贺寻，江瑶在心里可怜了贺某人1秒钟。还好我刚刚反应快，不然我和贺大冤种不可能全身而退。不，还漏了一个，我也是大冤种。前世江瑶曾是100万粉丝漫画博主，早早就实现财富自由，开的民宿也经营得不错。本以为能安逸生活，却在旅行时意外坠海，重生至此。贼老天，有种在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让我穿过来啊！天上忽然响起一阵巨雷，江瑶吓了一跳，继续骂。可惜还是没被劈死。这具身体才18岁，身高1.68米，虽然气色差了点，刘海厚重了点，但前凸后翘，五官精致，皮肤白皙，妩媚动人。捯饬一番，再休养一段时间，绝对是个大美人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他没手表，不知道时间，做好心理建设后去找贺寻。他原来这么高，身姿挺拔，剑眉星目，军装之下更显英武慑人。回忆起之前的事，他的脸不受控制的红了。怎么脸红了？你想要什么？想到介绍信快要到期了，他定了定心神。我想要一份市区的工作。嫁不了蒋世杰就给我下药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这么多年，我心里只有建功立业，没想过结婚，现在却被一个自私的女人算计，有了不可磨灭的污点。我一个没谈过恋爱的不婚主义者，居然沦落到被人睡了，别人还不屑一顾的地步，找谁说理去？你就说同不同意吧。你睡了我，我就只是让你介绍工作，不过分吧？贺寻快要被他气笑了。算计人，还这么理直气壮。我会和你结婚，3年为期，时间一到就离婚。不是在说工作吗？怎么就扯到结婚了？你要市区的工作，是想摆脱家里，有个安身立命的营生。和我结婚，你担心的一切都不是问题。你调查我了？你该庆幸自己身家清白。薛启玉是副师长的女儿，和我结婚，你不怕影响前途？凭他们还动不了我。和你结婚是最好的选择，但和一个认识不到半天的人结婚，真的很离谱。看到江瑶变来变去的表情，贺寻没有说话，他只看重结果。我同意结婚，不过要约法3章：第一，我不当后妈，不可以领养孩子；第二，家庭费用均摊；第三，双方互不干涉，在外人面前扮演好各自的角色。你怎么知道自己会当后妈？我猜的，之前看的年代文10本里有8本是穿越女当后妈，接管原主的老公和孩子，不然就是领养死去战友的孩子，有的甚至是熊孩子。怎么啊？穿越女就不配拥有未婚男人，不配拥有自己生的孩子？你这么看着我，该不会已经领养了？我告诉你，我说了不当后妈就不当，别指望我照顾。要是你不愿意，咱俩也别结婚了。贺寻没想到江瑶这么坚决，一想到不结婚就心烦。你怎么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还能为什么？不就是怕你不跟我结婚，再加上房子马上到期，找房又一点头绪都没有，能不愁吗？对了，说到租房，还是58同城租房效率高，找房东直接租，租成了就能免费维修，省钱省心，搬家还送专业保洁，品牌公寓、整租合租的真实房源全都有，还能视频找房，真房实景都能看，事事可成58同城。太好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孩子的事我没领养，倒是有个战友的家属一直托我帮忙照看孩子，说是希望我能收养，但我一直没答应。听到这话，江瑶松了口气。你一个大男人又要出任务，怎么养孩子？现在计划生育，以后你要是遇到合适的人想结婚，那孩子怎么办？总不能自己不生娃，光养着别人的吧？求你的人一看就缺心眼。我不会和你生孩子，希望你认清我们的关系。这只是个假设，你放心，我没那么不讲究，还以为自己是个香饽饽呢。谁都喜欢，自恋狂，瞧不起谁呢？我会尽快写结婚报告，这段时间你就住在招待所。等我正式和蒋世杰解除婚约，你再写结婚报告。到那时候，能不能帮我换个房间？我想住有独立卫生间的。江瑶真的不习惯去外面洗澡上厕所。我不会帮你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。怎么就没意义了？不帮就不帮，以后你要是想让我做什么，我也不会帮你。不劳你费心，不会有那个时候。贺寻冷脸拿出钱和票，2颗纽扣啪啦落地，看清楚是什么后，两人尴尬的别开眼。这是给我的。招待所旁边有国营饭店，你平时去那吃饭，
还有去供销社买2身衣服。说到后面那句话，他耳朵红了。谢谢，我会还你的。这个江瑶除了刚开始有点紧张外，一直以来他都是坦坦荡荡的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还会发脾气，脸上从没出现过自卑怯懦或者控制不住情绪大吵大闹。这和我调查到的不一样。他是江瑶吗？你要干嘛？难不成是觉得给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？我们不是真夫妻，不可以。女孩脸色通红，神色慌乱。贺寻知道她误会了，他揽着江瑶的肩膀，禁锢着她，不让她后退，忍着不适，指尖掠过她耳后下颌，确认并非人皮面具，这也是真的，才冷脸松开。哎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正常检查而已，就算你有那样的想法，我也不会配合，往后和我保持距离。放心，我才没那么饥不择食，我一个花季美少女，才不会把心思放在你这么个老男人身上。饥不择食，老男人，彼此。哼，小气鬼。江瑶攥住手里的钱，放进兜里。今明2天我可能会来找你，没要紧事的话，你最好留在办公室，我走了。江瑶一转身就出去了。我怎么感觉他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处境，和之前调查时的表现反差很大。不能露出半点欣喜，眼下这个局面得装得失落些，像是求人办事却碰了壁的样子，否则难免有人嚼舌根，说我与贺寻不清白。哪一个是真实的他？又或者2种性格都是伪装的？该怎么把退婚最大利益化？原主买药的时候特别害怕被人忽悠着签了名按了手印，也就是说我有把柄在薛启玉手里，薛启玉也担心受牵连，不敢举报。这烂摊子什么时候能收拾干净？就在这时，江瑶看到了原主的渣男未婚夫蒋世杰。江瑶，我和你的婚约是时代的糟粕，是父辈的戏言，不算数。你爸送我来当兵，就是希望我能出人头地。你继续闹下去，会影响我，也会毁了你的名声，这不是我想看到的。看在我们相识一场的份上，你把婚书还给我，我会给你一笔钱，这对我们都好。我相信你爸也希望你能放过自己，找到自己的幸福。江瑶眼神冰冷，带着怨恨与嘲讽。江瑶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，不要再作践自己了，我看着真的很心疼。在有婚约的情况下，和别的女人无媒苟合，希望你在领导面前也能像刚刚那样那么会心疼别人。江瑶径直往办公大楼的方向走去。江瑶，你别胡来，离我远点，再往前一步，或者碰到我就告你耍流氓。这里是军区，谅你这孙子也不敢动手。江瑶抡起2条腿就跑。等一下，你买药的时候留下了签名和手印，谋害军人，耍流氓，要是被举报，你等着蹲大牢。哦，原来你也参与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也别折腾了，我要2000块钱赔款，这是你欠我爸和我的。还有，把我写给你的信还给我，再写一份承诺书，承认是你对不起我才退婚，这样我就把婚书给你。有过婚约是事实，但不能成我的污点，尤其要和贺寻结婚，这锅必须甩给蒋世杰。不，我不同意，我会把钱和信给你，写承诺书不可能。我是在通知你，不是和你商量。你能举报我，我也能举报你，大不了一起死。江瑶眼神发狠，看得蒋世杰心惊肉跳。江瑶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，是你和薛启玉先不给我活路。你已经没了清白，难道还想让我娶你？蒋世杰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想嫁给一个见异思迁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？嘴上说包办婚姻是时代糟粕，实际上心里比谁都封建。自古以来，女子的清白从不在身体上，也不在下流者的言语中。就算深陷泥沼，只要无愧于心，不畏于行，那她依然皎洁如天上明月。你这样的肤浅无知之人，又怎么会懂？蒋世杰没想到江瑶竟会说出掷地有声的话。我同意你的条件，明天下午5点在这碰面，把婚书和我写给你的信带过来。不用明天，就1个小时后，凑不够钱可以打欠条，一共25封信，1封都不能少。我警告你，别耍什么花招，你说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蒋世杰也怕夜长梦多，憋屈的同意了。看着蒋世杰离去身影，江瑶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松。那张带有原主签名的单据就是个催命符，有了承诺书，能稍微牵制蒋世杰和薛启玉。在他离开之后，贺寻从角落里走出来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我怎么也没办法把刚刚那个伶牙俐齿、清醒自知的人和之前那个愚蠢自私的人联系到一起。如果这样的性情也是装的，那我不得不承认，伪装的很成功。想到他们说的签名，贺寻眸色暗沉了几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饭都没吃就赶来找你了。什么事？江瑶把情况说了一下，难得有些不好意思。我想麻烦你跟我一起去，你不用出面，
在暗处看着就行。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，交易完之后，要是蒋世杰动手抢东西，还不是他对手。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。谢谢，你是个好人。我不需要你的感谢啊，好吧，那麻烦你了。走吧。贺寻还是那副严肃冷峻模样，冷冰冰的。算了，犯不着和冷脸怪一般见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回一趟招待所，你先去我说的那个地方。哎，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看到他神色切换自如，贺寻脸色更黑了。当着我的面演戏，还真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。来到约定的地方，知道贺寻就在附近，江瑶安心了一些。不久后，蒋世杰匆匆赶来，给你，这是1800块钱，还有价值200块的各种票据，查看一下。江瑶清点了信件，核对数量、字迹与内容，再查验钱款。签和票据我看了，记得如实写你的过错，承认你心里有了别人，要是敢糊弄，就重写。蒋世杰也检查了江瑶还回来的信。婚书呢？急什么？等你写完再给你，别想打什么坏主意，我叫了人来的。话音刚落，听见枯叶被踩踏的声音，蒋世杰脸色一白，不敢耽搁，立刻签字按印。婚书给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的婚约正式解除。困住我的枷锁终于解开了。江瑶划火点燃信件，蒋世杰也将手中的信与婚书投入火中，等信件都成了灰烬，江瑶揣着钱和承诺书大步离开。虽未万无一失，但短期内已无安全之忧。此刻终于有了几分劫后余生之感。贺寻注视着江瑶强装镇定的背影，先前在我面前伶牙俐齿的模样，让我一直忽略了她终究只是个10几岁的小姑娘。江瑶一身轻松来到供销社，买了一堆东西。不管什么年代，购物都能让人心情愉悦。拎着满满的一大袋东西，他心底的郁闷终于消散了。回到招待所，他强撑着疲惫的身体，把新买的衣服洗干净晾起来，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江瑶才醒来，工作人员让他换房间。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贺某人不是拒绝我了吗？怎么又帮忙了？哈哈，终于有新房间了，再也不用在外头受罪了。洗完澡晾干头发后，穿上新买的裙子，可算找回一点穿越前的感觉了。收拾好出门吃饭，又遇到那个工作人员，该不会又出啥事了吧？他迟疑着下楼，看到了门口的贺寻。是有什么事吗？贺寻亲自找来。想到对方帮他换了房间，江瑶便打个招呼：贺营长，好巧啊。不巧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女孩那双眼睛却明亮清澈，真实又鲜活。那我们到外面走走吧。见贺寻板着脸，江瑶没再和他说话，默默往前走。我们都快要结婚了，在外人面前这么冷淡，真的没关系吗？要是太热情，好像也不对。想不通，他索性不想了。政治处那边把我结婚报告的内容透露了出去，可能会有人追问你。要是不想应付，这几天尽量少出门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那工作人员看我的眼神怪怪的。没关系，我不在意。真的不在意？与调查到的资料相比，割裂感更强。等你的政治审查通过，我会让人把你的户口送过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不用回去拿户口本。太好了，还没站稳脚跟，我还不想和继父一家对上。虽然你不需要我的感谢，但我还是要谢谢你。我和家里关系不好，结婚不用通知他们。这江瑶大大方方的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也没有那么讨厌。在他沉默的时候，秦务兵跑过来：贺营长，肖政委找你和江同志。江瑶和贺寻对视一眼，开始戏精上身。贺营长，我退了婚，你被家里催婚，缘分难得，我们顺势发展革命友谊，这样也不行嘛。别担心，我会处理。我相信你。明知他在演戏，可他小心翼翼的样子还是让我觉得刺眼。我更想看他开心。贺寻意识到又关注江瑶，心生懊恼，面色更冷。贺营长怎么脸更黑了？是不是对江同志不满？江瑶无视异样目光和低语，随勤务兵走进萧敬腾办公室。萧敬腾30多岁，身带军人肃杀之气，绝非文弱之辈。江同志，请坐。萧敬腾抬手示意，动作从容有度。这萧政委这样的气质，绝不是普通家庭能养出来的。谢谢。道了声谢，他安静地坐在椅子上。江同志，贺寻读过大学，上过战场，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。你和他结婚会面临诸多压力，要考虑清楚。江瑶微微一怔，这到底是劝分，还是真心为我着想？领导放心，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结果。江同志，怎么突然想和一个认识几天的人结婚？说起来是因为蒋世杰的事，我找过贺营长几次，他虽冷淡，却也没嫌我烦。我觉得他人还不错。退婚后知道他还没成家，又被家里催得紧，便一拍即合，决定发展一段革命友谊。见他语气坦荡，萧敬腾垂眸笑了笑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就这样，
不然呢？你还指望我拦着不成？谢谢领导。那领导，我可以走了吗？这人一看就是笑面虎，心思深沉，让人捉摸不透。为了自己的小命，还是赶紧跑路比较好。可以，我让贺寻送你回去。好的，领导，那我先走了。说完场面话，江瑶火速开溜。余光中看到门牌上的字眼，他才知道萧敬腾是师级政委。贺同志，你不是营长吗？就算是上级谈话，也该是团政委出面，怎么反倒惊动了师政委？还是萧政委亲自来，而且态度还这么和气。江瑶把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。我和萧政委有些私交，怪不得之前贺同志说薛启玉他们动不了你，原来真的有靠山。想到萧政委的话，他莫名觉得撞了大运。这贺寻脾气是差了点，可胜在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，这欢倒是不亏。察觉江瑶在打量，贺寻抬眼望去，正对上他的视线。江瑶顿了顿，坦然一笑，眸光清亮如阳光跳跃。贺寻耳尖微仰，见贺寻转头看向别处，哼，老古板。他漫不经心收回目光，正好看到冲他们走来的薛启玉，这么迫不及待来找你，可得好好招待招待他。江瑶跃跃欲试，薛启玉却只死死盯着贺寻，满眼幽怨，如是负心汉。贺寻，你真的要娶她？你哪位啊？你居然不认识我？我是薛定军的女儿薛启玉，我们之前见过的。抱歉，没有印象。薛同志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贺同志，你……说完，一个眼神都没给他，径直离开。有什么好拽的？终究还不是要早死，所以我才不想嫁给他。可他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冷冰冰的，像陌生人一样，甚至说不认识我。不对，薛启玉不是和蒋世杰搞到一起了吗？怎么还对贺寻依依不舍？江瑶看了一出大戏，心里暗爽，这女人似乎知道些什么，不如试探一下。薛同志，你是不是有抢别人未婚夫的癖好？刚抢过一个，现在准备再抢一次。江同志，你误会了。薛启玉笑得勉强又温柔，我没有。我不明白，你看着不像恋爱脑，却偏偏为了个连长，连名声都不顾了。我没有。如果这女人真的是重生的，那是不是说明日后蒋世杰会混得特别好，贺寻反而不如他？想到那渣男会过得好，江瑶心里直犯恶心。承不承认都无所谓，反正在我这里，你永远都是个见不得人的第三者。我不知道你和蒋连长的事，现在提倡自由恋爱，江同志，时代在进步，你不该固步自封。原来在薛同志眼里，自由恋爱就是不顾礼义廉耻。至于说不知情，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不还是这么不要脸，扒着别人的未婚夫不放。江瑶冷嘲热讽，噎得薛启玉哑口无言，几乎落泪。怎么没话说了？哼，厚着脸皮捡别人不要的垃圾，也不知道你图蒋世杰什么？江瑶一直在观察薛启玉的反应，果然他脸上浮现出了几分得意。这就不用江同志操心了。说完后，仰着脸离开。我可以基本确定，这女人是重生的，而且蒋世杰会飞黄腾达。贺寻后劲不足，有个知道先机的敌人不是件好事。但换个角度思考，利用得当的话，不就相当于敌人给我送了个预知未来的金手指，害了原主，还想升官发财，没门。路上，江瑶不是看别人的白眼，就是被人用幽怨的目光看着。贺营长，这些都是你的桃花，可真受欢迎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只是个合适的结婚对象而已。我从不觉得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有多喜欢我，无非是择优选择。不错啊，有自知之明，没有迷失在糖衣炮弹里，你知道就好。他话没说完，被怒气冲冲的蒋世杰打断。江瑶，你真的要和他结婚？不愧是狼狈为奸的狗男女，连说的话都差不多。薛启玉质问贺寻，你质问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跟贺寻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说什么？启玉质问贺寻。江瑶，我知道你比不上启玉，嫉妒他，但你不该污蔑他。我嫉妒他什么？嫉妒他不要脸，还是嫉妒他喜欢在垃圾堆里找男人？还有，我和你已经没关系了，以后少在我面前喷粪，有这闲工夫，不如去治治你的眼睛。他没有再管气急败坏的蒋渣渣，和贺寻摆了摆手，就进了招待所。贺寻也跟着一起进来了。还有事吗？你的审查还没通过，有结果了，我会通知你。好，除了出去吃饭，我都待在房间，你也可以打电话到招待所。据我所知，之前你很依赖蒋世杰，对他有求必应，怎么突然变了？当然是因为看清他的为人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先走了。江瑶知道他在怀疑，现在我就是原主，只要不干出格的事，稍微收敛一点本性，就能保平安。结婚消息传出后，江瑶无论到哪都备受议论，虽常感一道强烈目光，但那人始终未现身。他随部队车外出，买了英语词典、书籍和字帖，
回房后便温习英语，练习写字，使字迹逐渐合理化。就这样过了将近1个星期，他接到了贺寻的电话。审查已经通过，我爸想见见你。好，什么时候？明天早上8点，我去接你，下午再去领证。你喜欢平房还是楼房？平房。家属院就剩一处平房，晚些时候我带你去看看。不用了，就选这个。江瑶躺在床上，想起刚刚的对话。现在我终于真切地意识到自己即将结婚，而对方竟是一个讨厌我的人。他甩掉脑子里乱糟糟的想法，提笔列清单。再见贺寻，江瑶愣住了，这是他第一次见他穿便装站在吉普车旁，刚毅桀骜，帅气逼人。我虽然不喜欢他，但不得不承认，他确实生了一副好相貌。可惜我们之间连互相客套一句都显得多余。江瑶惊叹于贺寻容貌气质的时候，贺寻也在观察他。几天不见，他气色好了不少。虽然他有意收敛，但言谈举止里透露出来的贵气和底气浑然天成，那是长久以来优渥生活养出来的，不可能出现在孤苦无依的江瑶身上。你爸喜欢什么？第一次见面，我该准备什么见面礼？我会准备，你不用管。礼数对了就行。江瑶也没太较真，他打开车门，坐到副驾驶座上。根据他的经历，他没坐过这种车，可他刚刚看到这辆车，没有好奇和小心翼翼，上车动作熟练，像是坐过无数次，破绽百出，不像间谍。人还是那个人，身体没问题的话，有问题的只能是灵魂。只是这么匪夷所思的事，可能吗？他压下心里的惊涛骇浪，驱车离开。刚刚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？糟糕，忘了装了。江瑶咬着嘴唇，把头偏向车窗那边，生无可恋的装睡。不管了，反正现在的身体是我的，真的不能再真。贺寻用余光看了他一眼。如果真的是我想的那样，那就太有意思了。江瑶还不知道自己掉马了，颠簸了半个小时，车子停在一个气势恢宏的4合院前，门口还有警卫员。知道贺寻有靠山，但不知道他最大的靠山是他爸。原主做的事，现在都到了我身上。贺寻父亲要是知道，不得把我崩了。贺营长，冒昧问一句，你爸脾气怎么样？他38年上战场，打了10年仗，你说呢？你是怎么用这么平静的语气说出这些话的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反正结婚报告已经批下来了，就算对我不满，也不可能真的突了我。江瑶强装镇定地下了车。贺寻看到他那僵硬的动作一眼。我父母在我小时候就离婚了，现在和我爸住在一起的是我后妈和我5岁的弟弟。江瑶人妈了，这是什么天崩开局？我已经能想象到你在家里的地位了。罢了，不就是会被刁难吗？我这张嘴就不带怕的。没事，不重要，反正结婚后也不和他们住一起。贺寻没想到江瑶这么快就接受了，他没说什么，拎着东西进去。一进客厅，还没看清楚人，就先听到一阵威严的声音：阿玄，带媳妇回家，怎么还磨磨蹭蹭的？让我儿媳妇在外面站这么久。是我考虑不周。江瑶，这是我爸，旁边的是沈阿姨和满满。随即又向贺振山和沈琳琅介绍，把礼物给了他们。伯父、沈阿姨、满满，你们好。好，小江，快坐，尝尝你沈阿姨做的点心。沈琳琅对江瑶温婉一笑，转头却嗔怪地瞪了贺振山一眼。真好吃，沈阿姨好手艺。喜欢就多吃点，我多做了一些，你和阿玄回去的时候带上。谢谢。江瑶答应后才想起慰问贺寻，抬眼望去，他已会意，微微点头。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客气，以后想吃什么打电话回来，我让人送过去。好，这家庭氛围是不是太好了点？他回过神后，正好看到满满期待的小眼神。满满是不是有话要和我说？姐姐，这是送你的礼物，希望你喜欢。好漂亮，谢谢你，满满小可爱。不客气，你也很可爱。满满，不好意思，姐姐没给你准备东西，喜欢什么，下次姐姐送你。只要是姐姐送的，我都喜欢。小家伙小嘴真甜，小年纪就这么会哄女孩子开心，长大了那还得了？江瑶没忍住摸了摸孩子的脸，他和孩子相处的这么好，抵触领养孩子，我还以为他不喜欢孩子。见儿子看向江瑶，贺振山终于放心。这孩子本不愿结婚，也无心仪之人，还担心这次是假结婚来应付我。如今看来，倒是我多虑了。阿玄，你和小将准备什么时候领证？下午去。好，摆酒的事，我和你沈阿姨会张罗。爸，我和江瑶打算在部队摆2桌就行了，不准备大办。这是他和江瑶一开始就商量好的。那怎么行？这不是委屈了小将？伯父，我不委屈，这是我和贺寻商量好的，我和他不在意那些形式，人在一起就好。爸，虽然现在局势明朗了些，但太过铺张总归不好。在家里也可以不大办，
你在部队摆酒，是不是不打算让我参加？假结婚而已，贺寻没觉得有什么。爸，您知道的，要是让他们知道我是您的儿子，以后就别想亲近了。你呀，就是太较真，你老子在战场上拼下的功绩，你是我儿子，凭什么不能沾光？你凭自己的本事立下的战功，就算他们看我的面子，提拔你又怎么样？罢了，我让你小叔出席。听到这，江瑶不由得多看了贺寻两眼，真看不出来，这还是个一心靠自己的军二代。不过，相对于苗根正红的贺寻，我更崇拜的还是贺老爷子，这可是活生生的民族英雄。见父子俩气氛沉重，江瑶出声打断：“伯父，贺寻说您38年就上战场了，当时您还是个孩子吧？”江瑶眼睛一亮，快步走过去，坐在贺振山身旁。说起这个，贺振山顿时精神了。我23年出生，15岁了，还有比我更小的。15岁就上战场，伯父您可真厉害！您都参加过哪些战役？从南到北打过不少。贺振山滔滔不绝，江瑶听得惊叹连连，不时发问，眼神崇拜，情绪拉满，饭时仍意犹未尽。伯父，我可以看一下您的勋章吗？这有什么不可以？来，谢谢伯父。江瑶擦手深吸气，激动地抚摸闪亮勋章，想起纪录片，感慨万千。伯父，您是当之无愧的英雄。那是自然。我还以为您会说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呢。那文绉绉的，不适合我这粗人。您这叫不拘小节真英雄。哈哈，你这小姑娘有眼光。两人又开始天南地北聊起来。吃完饭后，如果不是要去领证，还能说更久。沈琳琅宠溺的笑笑，看贺振山的眼神里满是温柔和爱慕。阿寻，跟我来书房一下，我有事找你说。好的，爸。贺寻一脸无奈，跟着自家老父亲去书房。金首饰那套是你妈留下的，玉首饰这套是你沈阿姨准备的，红包是我封的，都给你媳妇。这钱是我给你们结婚的。啊，您一开始没拿下去，说明还在观望，怎么改变主意了？我调查过小江，在部队哭哭闹闹的，人不行。而且我以为你小子假结婚糊弄我，见了面发现小江这孩子不错，你也不是完全不在意的。就算你俩最后走不到一起，人家小姑娘跟了你，这些也是我们该给的。我知道。阿寻，你爸活了60年，什么人都见过。小江是个好孩子，好好对他。成了家就不能像之前那样拼命了，多想想家里人。您放心，我会的。贺寻拎着一个黑色皮包下楼，江瑶则在和沈琳琅聊天。沈阿姨，那我先走了，下次有时间再来看你们。好，随时欢迎。他与贺振山道别后回到车上，来时的忐忑已消失，整个人神采奕奕。领证之后，我们去百货大楼逛逛。来的时候经过那大楼时，他就想去看了。好，材料齐全，很快两人就拿到了结婚证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个已婚人士了。为了告别单身，必须买。进了百货大楼，他直接去手表的柜台买了一块梅花牌手表。贺寻要付钱，江瑶拒绝了。这手表我会一直戴着，还是我给？那其他的我给，这是爸给我们结婚用的，长辈的心意，不要拒绝。想到那个威严又可爱的人，江瑶点点头。等我以后挣钱了，再给老爷子准备大礼。哪知他刚答应，贺寻就直接大采购收音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以及裙子、鞋子等生活用品。江瑶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家里缺的，你喜爱的都买。够了，贺寻，买这么多，怎么搬回去？部队有车出来。那就好。江瑶松了口气，正核对清单，却撞见了蒋世杰和薛启玉。你看贺寻手里大包小包，再看看你，抠抠搜搜的，买了这么点。薛启玉气得发抖，狠狠盯着江瑶。这样的女人，凭什么能得到贺寻的青睐，过得这么好？几天不见，那个缠着我的无知土妞摇身一变，变成了俏丽精致的时髦女郎。想到这漂亮女人曾是爱他入骨的未婚妻，他心中泛起隐秘的快感。如果当初她是以现在的样子来找我，说不定我会考虑把她留在我父母身边，回乡的时候陪陪她。见蒋世杰眼神闪烁，贺寻立刻挡在江瑶身前，目光凌厉。再用这样的眼神看他，我会让你当不成薛定军的女婿，从部队滚蛋。你别太得意，那你就试试看。感受到贺寻身上的肃杀之气，他吓得后退一步。这贺寻竟然会护着我，还以为他会冷眼旁观呢。这蒋世杰真是没用，瞬间就被贺寻震慑住了。贺寻，你口气不小，就不怕我告诉我爸？随你。贺寻根本不在意，低头看向江瑶，看看还要买什么。江瑶瞥了薛启玉一眼，抢了别人的未婚夫就夹着尾巴做人，不要这么不要脸，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丈夫。还有你，蒋世杰，
攀上了高枝，就好好耕耘你那1亩3分地，不要用那猥琐的眼神祸害别人，除非你还想再赔我一次钱。说完后没再理会，继续买东西。他说的赔钱是什么意思？怪不得我想买什么，你都推三阻四，原来心思在别人身上。你还说我，你自己不也一样，整天盯着贺寻？我就是遇到了，正常看一眼。怎么了？别想转移话题，为什么赔钱给他？还不是因为你，我给了他一笔钱，他才愿意退婚。什么？你把钱都给他了？凭什么？凭我欠他和他爸的，怕他真的选择鱼死网破。他爸帮了我很多，这是我该给的。蒋世杰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扔下这句话，薛启玉转身就走。哈哈，这叫一招借刀杀人。我故意把赔钱的事捅出来，就是想看他们狗咬狗，吵个天翻地覆。事实证明，他们的感情也没表面上这么稳固。见他一脸幸灾乐祸，贺寻什么也没说。他这脾气，真说不准哪天惹他不高兴了，也会这样对我。不能表现太明显，看贺寻没表情，说明一切正常。有表情才需要时刻注意。江瑶的小动作没能瞒过贺寻，这江瑶心里怎么想的，脸上就怎么表现出来，还以为别人也一样。他觉得无奈又有点好笑。从百货大楼出来，放好东西后，江瑶瞥见薛启玉和蒋世杰，两人这回没敢靠近，他也装作未见，上车离去，气得那对怨偶差点又吵起来。回到家属院，江瑶两人被一堆人围观议论。江瑶，我们先进屋吧。没事，你先进去。江瑶递给贺寻一个放心的眼神，他拿出一包水果糖。婶子们好，我叫江瑶，是贺寻的新婚妻子，以后会住在家属院，希望能和婶子们好好相处。江同志这么快就和贺营长结婚，看来上次在办公室和贺营长关起门聊得很好。说话是方红英，也是薛启玉的姨妈。方主任年纪不大，记性怎么这么差？是薛启玉同志让我去找贺营长反映情况。方主任后脚就来，当时我和贺营长谈得不太愉快，其他人可都看到了。方主任为了自己的外甥女污蔑军人，污蔑军属。我想问问方主任，你能为自己刚刚的话负责吗？那江同志前脚为别人要死要活，后脚就和贺营长结婚，总不可能是看对眼了。这就不需要和方主任解释了，我只问方主任，您亲眼看到我和贺营长怎么了吗？有证据吗？请正面回答。方红英没想到江瑶敢和他硬刚。没有，那也就是胡说了。方主任，你作为妇女主任，不维护妇女的利益就算了，还3番2次随意污蔑我，我会向部队领导反映的。方红英被堵哑口无言，又怕江瑶真的去举报，咬牙离开。方主任别走啊，你有句话倒是说对了，我和贺寻就是看对眼了，我年轻漂亮又可爱，和贺营长男未婚女未嫁，相看上了有什么问题？婶子们，你们看看，我不年轻不漂亮不可爱吗？梅花婶子摸了一下，是挺好摸的。其他人听到这话都笑了，开始调侃他。那婶子，我这样的女孩子你喜欢吗？他俏皮的眨眨眼睛，一脸期待。那肯定的，别说男人了，就是我都喜欢的不行。就是嘛，也不知道方主任一天到晚想干什么，就盯着我跟贺寻。那还不简单，因为你和那蒋连长订过婚呗。听到这，江瑶就生气，还不是那蒋世杰一家忘恩负义，和我定亲后，我爸给他准备行李、车票和钱，送他去当兵，还帮忙照顾他生病的父母，给他寄钱，这一照顾就是几年。我爸累得早早就去了，我来到这才知道他已经找了别人。想到我爸曾经的付出，作为他的女儿，我怎么能不闹？这确实得闹啊！我还以为你闹得这么厉害，是看上了蒋世杰，不愿意放手呢。怎么可能？和他定亲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小孩子，有什么？后面又几年不见，哪有什么感情？我就是觉得这是我爸唯一的念想，为我爸不值。说到最后，还适时掉了2滴眼泪。哎呀，这大喜的日子，别哭别哭。谢谢婶子理解我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刚来这的时候穿得破破烂烂的，面黄肌瘦。我爸是孤儿，他去世后，我妈改嫁，我跟着一起。在那个家，我没吃过一顿饱饭，没穿过一件新衣服，还要干全部的家务，没日没夜照顾我继兄的孩子。就这样，还要被他们嫌弃是拖油瓶。我真的很想我爸，所以得知蒋世杰的所作所为，我想为我爸讨回公道。这番如泣如诉的讲述，成功扭转了江瑶在家属院中的形象，真让人心疼。这样一个孝顺父亲的孩子，却还要被继父一家百般欺凌。妹子，你刚搬进来，肯定有很多活要干，我来搭把手。我也来，反正也闲着。我看院子里的地还没翻，我翻一翻，再把菜种了。婶子们手脚麻利，说干就干。婶子们，你们真好，太谢谢你们了。他想帮忙，被梅花婶子撵走，让他整理东西去。
刚进去就看到贺寻，江瑶脸上哪里还有半分伤心？在婶子们面前就装可怜，在我面前就牙尖嘴利，够能耐的。不过他三言两语就扭转局面，让本来对他不喜的婶子心甘情愿帮他干活，倒是让我没想到。贺寻怎么又变脸了？可事已至此，家长也见过了，证也领了，就算这场婚姻是假的，我也没必要再对他低声下气，看他的脸色行事。他整理完东西出来，婶子们已离开，屋院焕然一新，盆里还放着青菜。这年代的人真是勤劳又淳朴，我本只是为了洗白形象，方便日后生活，才多和他们说了几句话，没想到竟有意外之喜，那我便送些东西，好好感谢他们一番。这是谁送来的一把青菜啊？那是梅花婶子送的。我知道了，晚上吃什么？我去食堂打饭了，过来吃，给你一块肉尝尝。这么肥，我不吃这个。你不是说在继父家里没吃过一顿饱的？就是因为没吃过，所以不想吃。是吗？那当然，你没经历过我那样的生活，不会懂的，少问。他不知对方是否起疑，只默默吃饭，不再言语。看他一小口一小口的吃，细嚼慢咽，长期忍饥挨饿的人，往往会下意识护食，吃得很急，绝不会像他这般不慌不忙。还好不是和熟悉原主的人一起生活，不然更加提心吊胆。吃完饭，他和贺寻拿着几小袋糕点，挨个送给左邻右舍，算是见面礼和喜糖。回来后，江瑶不想动弹。贺寻，能烧点水吗？我现在不想动。等着，我现在就去。水烧好后，江瑶没有继续使唤某人，自己吭哧吭哧舀水到桶里。哎呦，真是够倒霉的。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伤到哪里了？谁知道地上有水，一不小心就滑了。别问了，快扶我起来啊！不行，我动不了，一动就很痛。他小脸发白，贺寻将他打横抱起，走出厨房，来到客厅。贺寻不小心踢到凳子。你怎么也毛毛躁躁的？你先换衣服。有这么嫌弃我吗？还没洗澡，换衣服也是白换。他随手拿了件外套披在身上。贺寻，锅里还有热水，你帮我装一桶，拿到浴室。你能走？勉强可以。以后别干这种事，让我来。知道了，我以为我可以，明明原主会做这些，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？江瑶在心里叹了口气，习惯了40多年的便利生活，在这里我就是生活小白。不过我的配得感一向很强，既然贺寻说不用我动手，那我就心安理得的享受吧。看到贺寻轻轻松松拎着一桶水出来，江瑶一脸羡慕。走慢点，我走不了这么快，不用着急。哪知话音刚落，就被贺寻一把抱起。谢谢啊。不用。直到站在浴室里，江瑶还处在莫名其妙中，也不知是嫌我慢，还是关心我。男人心海底针，看不懂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外面的贺寻长红了脸，在院子里吹冷风。什么时候自制力就变差了？江瑶洗好澡出来，就听到咔嚓一声，他竟然徒手捏碎了水瓢的手柄，这人该不会有暴力倾向吧？江瑶被吓得后退一步，撞到门框上。这水瓢质量不太好哈。见他眼神被吓到，贺寻心里又是一阵懊悔。我不是，我有点困了，想休息了。这气势汹汹的模样，是看周围没别人，想求后算账，揍我不要啊！江瑶吓得连连后退。先去医院啊？去医院干嘛？你受伤了？不用，就是摔倒了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不去医院，那我拿药酒给你。训练时会受伤，贺寻一直备着药。好。贺寻语气平静，江瑶终于放心。看来是我多想了，不是要揍我。刚刚那短短的瞬间，脑海里浮现出无数个穿越前看过的家暴案例，吓死我了。他刚安心不久，就面临了一个问题：擦药酒的时机揉才行，可反主手摸后腰实在太费劲，没2下胳膊就累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江瑶迟疑了一会，还是没让贺寻帮忙。明天看看情况吧，要是还疼得厉害，就叫他帮一下，白天比晚上更安全。不揉开淤血，后续更疼。我训练很忙，没空照顾你。这女人娇气，要是不及时处理，后面肯定每天哼哼唧唧的。那麻烦你了，人还是那个人，没得感情。他还没做好心理建设，腰间就附上一只温热的大手。哎呦，你轻点。江瑶难受，贺寻更甚。那幽怨甜腻的声音几乎让他打翻药酒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结束时，贺寻已满身是汗。好好休息。跑得这么匆忙，像被狼追似的，我有这么可怕？还是说帮我揉了这么久，不耐烦了？他拿镜子照了照自己那漂亮的脸蛋，还是这么好看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不管了，忙活了一天，太累了，先睡了。江瑶一夜无梦，书房里的贺寻几乎一夜无眠，整夜梦见江瑶。江瑶一觉醒来，已经9点了。居然不怎么痛了。洗漱完后，江瑶吃了几块点心，准备洗衣服。
到了院子，只见床单已在风中飘荡。这年头的人真爱干净，大早上起来训练，还把衣服床单都换洗了。就算有洗衣机，我都做不到这么勤快。哎，这一下倒是提醒我了，床单被罩都是新的，昨晚还铺了凉席没铺床单，新东西得赶紧洗洗，不然不放心用。江瑶费了9牛2虎之力，终于把衣服、床单、被罩啥的都洗干净，晾了上去。还没喘口气，院门一开，2个5、6岁的孩子跑进来，看到桌上的点心便眼睛发亮，伸手就拿。你们是哪家的？门都不敲一下就进来，还拿东西吃，把这当自己家了。你这坏女人，那是贺叔叔的，快给我们！江瑶举起袋子，不让他们沾边，对着院门口大喊：救命啊！抢劫了！有人在家属院抢东西了。孟欣柔没料到江瑶会来这么一出。江同志别误会，孩子的父亲生前和贺营长是好兄弟，贺营长平时对孩子很好，他们在和你开玩笑。生前我想起来了，结婚前贺勋说有战友的家属求他收养孩子，现在看来极有可能就是这个了。你是孩子的妈？是，2个都是我的孩子。孩子这么没教养，我还以为他们没妈呢。江同志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？没一会儿，门口就来了一帮人。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就是来贺叔叔家玩玩，啥也没干，这个坏女人就动手打我们。呜！其他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觉得孩子不会说谎，纷纷指责江瑶。跟我斗，看我怎么用魔法打败魔法。江瑶眼睛一红，噔噔噔跑到梅花婶子跟前。婶子，他们是谁啊？闯进我家，问都没问一声，就抢点心吃，还骂我是坏女人，打我。江瑶躲在梅花婶子后面，委屈的控诉：婶子，都是误会，孩子和贺营长关系好，他们在和江同志玩闹呢。孟欣柔因丈夫牺牲，人又贤惠，受家属院关照，子女亦得关爱。欣柔，江同志刚到这里，不认识你们，就算你们和贺营长关系好，也要注意点分寸。这话一出，和孟欣柔交好的葛兰不愿意了。孩子吃个点心而已，多大点的事儿，江同志不会这么小气吧？葛兰丈夫是团长，他是学校的老师，有底气，确实不是多大的事。江瑶看着葛兰的手上拎着的东西，这位同志，你这么大方，肯定不会介意把手里的东西给孩子吧？葛姨，我想吃。葛兰骑虎难下，这怎么能一样？怎么不一样？不都是吃的吗？多大点事儿，赶紧给吧。这阿姨要把东西给你们，快接着呀！张秀秀和张元宝知道葛兰与妈妈交好，便径自拿过饼干盒，拆开狼吞虎咽。葛兰一脸肉疼，孟欣柔难为情的想把东西还给葛兰。呜呜，不行，我还没吃饱，不要给他。江瑶忍着没笑出来，在我面前冲大头，那就让你变成冤大头。此时江瑶已从梅花婶子口中得知，孟欣柔是副营长杨建华的新婚妻子，葛兰是团长于良的妻子。葛同志怎么看起来不乐意？不会这么小气吧？葛兰有苦说不出，没想到孟欣柔的孩子这么不客气。你们看葛同志多大方，他不仅自己大方，还要求别人也大方。以后不管这2个小孩去到哪家，看上了什么东西，都要给孩子，还要忍着孩子的打骂，不然就会被他说小气。这怎么行？这年头粮食按量供应，谁家都不富裕，真要像江瑶说的那样，那不是乱套了？看到众人面色难看，江瑶在心里冷笑，哼，只有刀子割在自己身上才知道疼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想让江同志大度一点，不叫别人，就只叫我，说明葛同志知道孩子没经过别人同意拿东西是不对的。单独针对我，是葛同志对我这个军属有意见，还是你丈夫于团长对贺勋有意见？江瑶直接把问题上升到男人的职务问题上。江瑶怎么这么厉害？无论选哪个，都免不了被扣帽子。要是让家里那位知道了，又得挨批评。江同志，我就是看2孩子饿了，担心他们，才多说了2句，你也没什么损失，别介意。葛同志身为人民教师，不教导孩子好好做人，反而助长不良风气，这就是人民教师的教养。还仗着自己丈夫是团长，无故针对下级家属，破坏家属院风气，这是于团长授意的，还是你思想觉悟有问题，仗势欺人？我没有，欣柔，我都是为了你，你怎么都不帮我解释2句？小兰，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，是江同志误会了。这句话就跟没说一样，气得葛兰浑身发抖。葛兰恼怒地将东西从张家孩子手中夺了过来，这些是赔礼，把东西给江瑶，扔下这句话就跑了。到手的东西没了，张秀秀和张元宝再次哇哇大哭，甚至在地上打滚。孟同志，家里有困难，孩子吃不饱饭，找领导或者找你的第2任丈夫杨副营长，别盯着家属院呀，我们也不容易。要是你不好意思，我这人热心肠，可以代劳。欣柔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家小宝这野猴子似的性子，再不管管，
将来可怎么得了？梅花神子，孩子就是调皮一点而已，我也有好好教，只是孩子爹走得早，有些事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实在力不从心，打不得，也骂不得，重了他伤了他，可轻了他又不当回事。行了行了，别在这儿掉金豆子了，看着怪烦的，赶紧带着你那小祖宗出去吧。还有，以后管好你家孩子，别再让他往我家院子跑。江瑶和梅花婶子等人打了声招呼，让人出去后，就把院门关上。心柔，孩子还是要好好教育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其他人也盼那两孩子去家里抢东西，应付了2句，也走了。平时但凡我受了委屈，他们总会围上来安慰我，替我说话。可刚才就因为江瑶在旁边轻飘飘的挑拨了几句，他们立刻变了脸，一个个站得远远的，生怕沾上麻烦。真是自私又势利，原心竟如此凉薄。不过片刻，便尽数倒戈。孟心柔收敛了脸上表情，没好气说：“还不快走！这次来本想试探江瑶的底线，以为他初来乍到，顾及脸面，孩子占点便宜也会忍气吞声，不了了之。只要开了头，往后让儿子天天去他家装可怜，博同情，收养孩子便水到渠成。谁知江瑶竟当众叫来邻居，把事闹得人尽皆知，一招便让我颜面尽失，计划落空。多年经营的可怜寡母形象也彻底崩塌。妈，卖乳精和罐头是我们的，凭什么给那个坏女人？快回家，别让别人听见了。”说着先一步离开，张元宝和张秀秀跟着走了。薛启玉从角落里走出来，才叫住孟心柔：“是启玉呀，怎么了？我看到你们是从江瑶那边出来的，没被他欺负吧？还有2个这么小的孩子呢，他那脾气也不怕刺激到孩子。江同志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怪他。心柔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秀秀和元宝可是烈士遗孤，要是因为他造成心理创伤，他可负不了这个责任。”薛启玉点到为止：“心柔姐，我妈还在等我，我先回家了。”好。看着薛启玉远去的身影，孟心柔若有所思：“我好像知道怎么让江瑶吃瘪了。”此时，江瑶看着包里东西，笑得很开心：“哈哈，这可是我得来的战利品。”孟心柔进门时，那股熟悉感让我确认，之前在招待所偷盯我的人就是她。结合梅花婶子和贺寻的话，她丈夫死后改嫁杨建华，极可能因不想带孩子再婚，便先求贺寻收养被拒，如今又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可惜我不是有道德的人，想道德绑架我没门。隔壁飘起饭香，江瑶突然就饿了，洗了一上午东西，又喝白莲花豆发，得好好犒劳自己。哪知进了厨房，糟了，还没去采购，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，粮食是按供应领的，这事得让贺寻来。正想着，院门被敲响，谁啊？是我。贺寻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要找你告状。谁欺负你了？还不是孟心柔母子3人和葛兰。接下来，江瑶绘声绘色把之前发生的事说了出来。在我看来，家属院的存在是因为部队的军官，女人的矛盾说到底都是男人的问题。我来解决。行。江瑶拿了2双干净的筷子过来，递给贺寻1双。家里没粮食，也没油，你找时间去领。跟我来书房。江瑶不知道他要干什么，有些警惕。大白天的，谅他也不敢乱来。金首饰是我妈给的，玉首饰是沈阿姨给的，红包是我爸封的，都是给你的彩礼。至于这些钱票，你拿着日常用。江瑶被幸福砸晕，仅存的良知微微颤动。这些东西是他们给你真正的妻子的，我不能要。既然是假结婚，就不能拿这么贵重的礼物。这是我爸让我给你的，他很喜欢你，明确说了，就算我们最后走不到一起，这也是你该得的。伯父真的这么说？太好了，我越来越喜欢伯父阿姨了，那我可就不客气啦。之前说了家庭费用均摊，家里的东西都是你添置的，我还拿了伯父他们给的礼物。往后3年，你负责领粮油，其他的我包了，不用再给我伙食费。他是爱财，但也不会让人吃亏，一看到那些盒子就两眼放光，没想到还挺有契约精神。我答应你。江瑶没怎么在意他的冷脸，抱着东西回了房间，打开盒子，他整个人都惊了，戒指、手镯、项链一应俱全。这巧夺天工的雕刻，放在后世简直是工艺品。还有那个沉甸甸的红包，里面是1888，真是大手笔，只是结了个婚就成隐形富豪了。兴奋片刻，他小心收好东西并锁进柜子，才出去吃饭。食堂的饭菜味道还可以，但大锅饭总归差了点感觉。他吃了2口就有点兴致缺缺。你有什么忌口的吗？晚上我做饭。没有，你身上不疼了？不疼了，还好让你帮忙了，晚上记得别打饭。
见他脸颊泛红，贺寻低头喝汤，掩饰心跳。我不喜欢这女人，情绪却时不时被左右，肯定是昨晚的梦影响了我。江瑶不知他心思，也不管他饭后去向，只惦记着晚饭吃什么。就在他吃完收拾碗筷时，贺寻已背着粮食拎着菜回来了。怎么不休息一下再去？这点东西又不重，瞧着胳膊上结实的肌肉和健硕的体格，扛这点东西确实不用歇着。江瑶咽了咽口水，我来教你生火。靠！江瑶没想到这年头做饭竟还得烧柴火。你来试一下，看学会了没有？江瑶小心翼翼试了2次，不得要领。要是不会，等我回来再弄。我不是不会，是不习惯。放心，今晚保证让你吃到香喷喷的饭菜。会烧煤球吗？江瑶想了一下，原主会，就点了点头。煤球也要引火点燃，都不容易。见他苦的一张小脸，贺寻提醒了句：不用每天做饭，想做就做一顿，不想做，中午我去食堂打饭，晚上我有时间，我来煮。江瑶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某人，不错嘛，没大男子主义。知道啦，等学好缝纫机，我打算自己做窗帘和桌布。书房那边，你有什么要求吗？没有，我会用缝纫机，不用请教别人。哇，你连缝纫机都会？这下子江瑶是真的吃惊。我可以教你。好呀，求之不得，现在就试试。穿着军装的型男踩缝纫机，光是想想就让人觉得新奇又带感，哈哈。贺寻不解他为何如此兴奋，冷峻的脸色缓和了几分。江瑶以为贺寻说的会，也仅仅是会。我一个新手，就算学了，也是半桶水，嘿嘿。为什么不让更擅长的人来做这些事？想通了之后，江瑶夸得更加走心。贺寻，你这也太厉害了，简直是被军旅生涯耽误的大裁缝。你要是不当兵，凭着这出色的手艺，都能活得很滋润。你还会做饭、做木工，太全能了。江瑶一番彩虹屁，贺寻冷脸尽破，嘴角微扬。哟，我们贺大少爷这冰山脸终于裂了条缝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贺寻脸上虽然不明显，但熟悉他的人，他的心情很好。缝窗帘桌布很容易，没多久，贺寻就在夸夸中完成了。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？不是要教江瑶吗？怎么直接做完了？还没彻底想明白，江瑶又开始一脸崇拜地夸赞：辛苦了，缝得真好，针脚真密实，我再学10年都赶不上。贺寻再次沉浸在糖衣炮弹里。好好说话，我这是太惊讶了，控制不住。你快去休息一下。话音刚落，铃声就突兀的响起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你去上班吧，辛苦了。那甜腻的嗓音差点让贺寻踢到门槛。我先去洗把脸。出门的时候还提醒他锁好门。知道啦。江瑶朝他挥挥手，看着江瑶脸上的笑容，怎么有种妻子送丈夫上班的感觉？贺寻摒除了脑子里不合时宜的想法，大步离开。这一幕正好被出门的方红英看到。小贱蹄子就是会勾引人。江瑶把窗帘和桌布洗干净晾好，就去温习英语。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了，我得赶紧淘米做饭。不久后，厨房上空窜起阵阵黑烟。贺营长家的婆娘把厨房烧了。妹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江瑶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安抚匆匆赶来的梅花婶子。没事，我就是煮饭的时候忘了看火，米汤涌出来，浇灭了炭火，灶膛湿了，再生火有点难，才这么多烟。我用惯了电饭煲，根本没想起来煮饭要看火，还要把多余的米汤舀起来再焖饭。哎呦，下次可得小心点，还好没用煤气灶，不然就危险了。是，我刚刚在想中午的事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，走神了。想那干啥？都过去了，你也没做错啥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想了。江瑶拉着梅花婶的胳膊，嘤嘤撒娇，那股娇软信任劲儿瞬间化了他的心。这就对了，放心，有我在，他们不敢胡咧咧。谢谢婶子，婶子你真好。江瑶眼眸真诚，虽有夸张，却满是真心感激。梅花婶被哄得晕乎，安抚2句后，便呵斥了起哄的孩子，解释一番，便带人离开。贺寻匆匆赶回来，一进门就看到江瑶一身狼狈，脸上还有黑印子。有没有受伤？没有。江瑶把原因和他说了一遍，有些心虚。之前我还信誓旦旦说要做好饭，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。去洗脸，我来弄。贺寻挽袖进厨房，江瑶乖乖洗漱。等他回来时，火已燃起，溢出的米汤也已清理。贺寻，你手脚也太麻利了。到外面等着。江瑶试图挽回一点面子。我之前已经洗好菜，切好了，你看着煮饭的火，我炒菜。贺寻不放心，一直在旁边看着。江瑶做了莴苣炒肉丝、清炒卷心菜和豌豆煎瘦肉汤。贺寻吃了一口，意外发现味道不错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还可以。成功挽尊，江瑶微微抬了抬下巴。我就说我会做饭吧，你还不信？
连引火都怕的样子，确实没什么可信度。下次等我回来再生火。知道了，还是要尽快适应这个年代的生活。有些事可以不做，但不可以不会。吃完饭后，贺寻收拾碗筷、洗碗、擦桌子。贺寻，你怎么连干家务都这么熟练？真厉害，比我做的好太多了。一顿彩虹屁下来，贺寻被吊的连厨房都收拾了，还烧了水，帮江瑶拎热水去浴室。嘿嘿，果然啊，人就是要多夸夸才更有干劲呢。洗好澡后，江瑶视线落在简陋的浴室和盆里的衣服上，又想起做饭的乌龙。这年头电器又贵又难买，样样要票。想过上便利的日子，没点钱和背景根本不敢想。英语复习的差不多了，也该重操旧业了。贺寻，我想送点东西给梅花神子，感谢他一直帮我说话。你说送什么合适？过段时间再送，刚到这就搞特殊，不合适。好，不过我对这儿的风俗不太了解，你看什么时候方便，请人吃顿饭合适。这周日你不用准备什么，我会处理好。行，我明天要去市区一趟，你起床的时候叫我。江瑶把衣服晾好，就乐颠颠进屋了。结婚不用自己操心，可太快乐了。她的背影怎么看都透着一股轻快劲儿，让人有些不解。我记得大姐结婚的时候，整天念念叨叨着，还紧张得吃不下饭。这姑娘居然一点都不在意，实在稀奇。江瑶还在睡梦中，就听到了敲门声。她卷了卷被子，继续睡。突然想到了什么，立马弹起来。她化了淡妆，穿了身简洁大方的衣裙就出来了。还是第一次见她化妆的样子。你去市区做什么？话出口后，才觉得自己管得太多。去找工作啊，白天你去上班，我也要找点事情做。是不够钱用？不是，从蒋世杰那里得来的钱没花完，昨天又拿了一个丰厚的红包，怎么可能没钱？虽然现在有钱，但目光要放得更长远些。事业能给人提供无可替代的安全感，这也是我需要的。他的话听起来确实有几分道理。难道是因为我们那个假结婚的约定，他正在悄悄做准备？想到这里，贺寻心里有些发堵。要是找到工作，你要从这搬走？不会呀，我找的是兼职。江瑶没忍住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我们才刚结婚，不住在一起怎么行？我虽不了解部队的升迁机制，但也知道家庭和睦是重要的评判标准。就算和贺寻没爱情，我也不会做不利于他的事。所以你是因为我才不搬走？江瑶觉得这句话怪怪的，但也点了点头。可以这么说。贺寻闻言，阴郁消散，嘴角也微微扬了扬。我知道了。江瑶急着出门，不和你说了，我快要迟到，我去坐车了。中午你去食堂吃饭，不用准备我的。我知道了。听着女孩的叮嘱，看着院子里飘荡的衣物，贺寻忽地有了几分结了婚的真实感。虽然和其他人的婚姻不一样，但好像也没那么讨厌。江瑶刚到坐车的地方，就看到梅花婶子朝她招手：“瑶瑶，快来，给你留了座位。”突然听到这亲昵的称呼，江瑶愣了一下。谢谢婶子。客气啥？我寻思着都是家属院的人，一直叫你小江不太合适，叫江同志又太生疏，想来想去，还是瑶瑶最亲近。我也觉得挺好的，亲切。哎呦，你这小脸真漂亮，我咋觉得比之前更白了？我在脸上涂了香香。江瑶没提化妆，这年头普通人家讲究温饱，化妆纯属浪费。怪不得呢，昨晚贺营长没说什么吧？没说什么，他看火焖饭，我炒菜，没耽误事。那就好。江瑶笑着点点头，抬眼就看到孟欣柔和葛兰。这葛兰是不是有毛病啊？除了那天有点焦急，我根本没招惹他，可他看我的眼神跟要吃了我似的。江瑶翻了个白眼，葛兰气得够呛。瞧他那不可一世的样子，现在跟他吵也占不了上风，这口气我先忍着。这葛兰也真是没用，还以为他能给江瑶一个教训呢。江瑶没理会这两人，和梅花婶子嘀嘀咕咕说个不停。哎，瑶瑶，真没想到啊，你居然也这么爱听家属院的八卦。嘿，这能怪我吗？咱们大院的瓜一个比一个精彩，剧情比电视剧还上头。可不是吗？我这消息最灵了，谁家孩子考上重点，谁去相了个亲，哪件大事能绕得开我？哈哈，所以咱俩这哪是爱八卦，这是心系邻里，关心院里动态。车上的其他人默默竖起耳朵，暗戳戳加入这个阵营。哼，没眼光的妹仔，我知道的可比那朵老腊梅多多了。江瑶注意到秋兰花咬牙的目光，甜甜的笑了。这应该是他们口中一山不容二虎，医院不容二花之一的兰花神子，另外一个是梅花神子。本想给他个下马威，谁料他竟给我甜甜一笑。这丫头打的什么算盘？糖衣炮弹，我岂是那种轻易被迷惑的人？秋兰花轻哼一声，别过头去。片刻后，她余光一瞥，正对上江瑶含笑的双眼。这兰花神子倒也有点可爱，
哼，笑得跟朵花似的，谁知道肚子里藏的什么心思？可不是嘛，他嘴甜，专挑婶子们爱听的说。你看，连梅花婶都给他聊到一起了。他跟梅花婶子走得近，如今又来了个兰花婶子，2朵花凑在一块儿，迟早得掐起来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换一个高清的设备来看才更爽。如果你也考虑换设备，今年的天猫双11国补抢先购现货开卖，数码产品全是干货价，国补多重补贴低至5折，还可以领双11国补抢先购950元大额消费券。10月15日晚8点正式开始，有换新手机、电脑、大家电的计划。我推荐天猫双11。哼，这女人得意不了多久了。不久后，车子停在市区，江瑶挥手和梅花婶子等人告别，打听到新华报社位置，他直奔而去。持招聘报纸进入，竟在那里遇见了薛启玉。土包子一个，连大学都没考上，成绩平平，也敢来应聘。江同志，翻译和高中学的英语不一样，你可以多学一段时间再来。要是有不懂的地方，可以问我。这就不劳薛同志费心，薛同志有好为人师的时间，不如多学习一会，免得等会答不出来。江同志真是自信，那我就等着看江同志有多出色。不用多出色，比你出色就行。江瑶端坐在椅子上，完全没把对方放在眼里。这位同志，我妹妹好心帮你，你不领情就算了，还出言讽刺，这就是你的教养？好心帮我和他是来应聘同一个岗位的，他一上来就明里暗里说我不行，还让我有不懂的请教他。我在他话里只听到了傲慢和不尊重，可没有你说的好心。心里龌龊的人，听到什么都是龌龊的。我妹妹心思单纯，没你这么有心计。自己表现出了恶意，却不准别人说出来。我总算知道薛同志为什么这么厚脸皮了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还有家人帮着耍无赖，你简直不可理喻。见薛文涛不是对手，薛启玉这才出声安抚：哥，江同志对我有误会，算了。可别算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们呢，明明就是没理，说不过可别假装大度。江瑶一语揭穿，办公室里有人忍不住笑了。我从没见过这么不给面子的女人。早知道她这么难缠，像个疯女人一样不管不顾，当初就不该招惹她。这时，报社的主任陈晋生走出来，保持安静，跟我进来考试。哼，叽里呱啦的，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拿到试卷后，江瑶认真答题，第一个交了卷。交卷这么快，肯定一塌糊涂。我就知道江瑶不过是只装腔作势的纸老虎，嘴上功夫厉害，别的什么都不是。试卷很快被批改出来，为了体现公平，4人一起面试。这薛启玉倒是信心满满，也好，正好让他见识见识40年后英专生的口语到底是什么水准。江瑶轻松完成陈主任安排的家事，然后用英语和他侃侃而谈。就这专业程度，涉猎之广，表达之流畅，哪怕让我们再学10年，也望尘莫及。薛启玉3人看得目瞪口呆。现在公布成绩，江瑶笔试满分。怎么可能？我不信。薛同志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职业道德吗？不是，陈主任，我没有，我就是太惊讶了。出去吧。这句话意味着薛启玉被淘汰了。江瑶用余光瞥了他一眼，就不再理会。真是难以置信，我一个大学生，竟被一个连大学都没考上，且已荒废学业2年的人比了下去。陈主任看着江瑶，两眼放光。干翻译的就是要嘴皮子溜，小姑娘口译和笔译都很出色。江瑶，我给你签字6元的翻译稿酬，外加印数稿酬。这一年，国家规定翻译稿酬为每签字2至7元，对新人而言，能拿到6元已是顶格待遇。陈主任，我要签字10元，您可以继续抽查我，我相信以我的能力，不会比拿这个数的其他翻译者差。小姑娘好大的口气，行，你要是能比得上他们，我也给你这个数。好。接着，江瑶逐一翻译他随机指定的段落，接连换过了6本书。江瑶，这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，翻译的又准又快，连专业术语都处理的滴水不漏。谢谢陈主任，我只是平时多积累了一些。不用谦虚了，就这么定了，马上签合约。我们出版社可不能错过你这样的人才。江瑶美滋滋地签下合约，抱着词典、外文著作和稿纸走出办公室。一出门就看到了薛启玉和薛文涛。哟，看来是不服气啊，本事不够就多练练，别整天瞧不起人。说完后，不顾薛启玉气炸的脸色，扬长而去。哥，你看他。小玉，别生气，我去问问主任。主任，听说你刚才在办公室宣布签了江瑶，他究竟有什么厉害？我一开始也半信半疑，可让他现场示意了几段，结果一气呵成，流畅自然，连专业术语都处理得准确无误。你看看，6本书里随机抽段落，他一句卡顿都没有，这水平根本不像新人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签了。那女人这么厉害？见哥哥涨红着脸出来，薛启玉知道公道讨不回来了。哼，我绝不能让他再这么嚣张下去。把薛家兄妹气得够呛后，江瑶走进一家商店。来到80年代，
怎么能不逛逛街呢？3个小时后，江瑶在出来时买了一堆东西，买到了心仪的东西，心情格外愉快，工作也顺利定下，该办的都办妥了。现在去找梅花婶子。刚到那，又看到梅花婶子朝他招手。梅花婶子，我来了。哎呦喂，这咋一转眼又变漂亮了？要不是就半天没见，我都要以为换人了。婶子，您可真会说话，这不是刚结婚吗？当然得好好打扮打扮，日子才红火。哎呀，我懂，新婚小夫妻嘛，是要好好打扮打扮。江瑶笑得乖巧又娇羞，梅花婶子没再继续调侃她。臭美，秋兰花，不会说话就闭嘴。嘴长我身上，我就说你能怎么样？你就是嫉妒瑶瑶和我处得好。梨梅花，你放屁！眼看着2人就要掐起来，江瑶赶紧拉住梅花婶子。婶子，我还没吃午饭，你陪我去买包子，好不好？这么晚了还没吃，那得多饿！快走！梅花婶子马上忘了自己还在和人掐架，拉起江瑶就走。江瑶买了6个大肉包。来，婶子，吃个肉包。不了，我不饿，你吃吧。这肉包子多贵啊，可别大手大脚的。婶子，这肉包子贵是贵了点，可您帮了我这么多，陪我说话出主意，我心里早想谢谢您了。今天就是专门请您吃的。那咋行？我和你聊天是和你处得来，可不是要占你便宜的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想让你陪我一起吃，自己人就是要有福同享的。自己人？你是说你和我是自己人，车上其他人都是外人？您是啊。行，那我吃。哎呀，这肉包子可真香。婶子，还没问过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。孟心柔在家属院口碑一向不错，葛兰家境又好，底气十足，我一个新来的，你却偏偏对我好。因为那天在那么多人里，你选了我，只选了我。还有，我喜欢你这性子大大方方的，长得好看，又会撒娇。梅花婶子的语气还是大大咧咧的，但江瑶总感觉多了几分落寞。那当然，我看人可是很准的，我就知道婶子是好相处的。瞧把你高兴的，走去坐车了。江瑶和梅花婶子回到等车的地方，一群人围着她，问她这衣服是哪里买的，咋这么好看？婶子们，这是一本时尚杂志，给你们看看现在时兴的发型、首饰和穿搭。要想以后打扮的时髦一点，不被人议论，就要改变他们的观念。一开始还不能接受，又听江瑶读上面的文字，他们渐渐觉得是挺好看的，而且海城还有很多稀奇的东西。就手机用久了难免卡顿，尤其拍照、玩游戏的时候，那种等待实在影响心情。是时候考虑换台新机了。正好20号晚8点，淘宝官方双11正式开卖，买手机国补叠加优惠低至5折，最高24期免息呢。现在下单很快就能送到家，又快又轻松的就实现了追剧自由，买靠谱又划算的家电家装数码。我推荐天猫双11。这里还说，海城最大的那家理发店，顾客日夜排队，店里每天要接待250多名女顾客烫发，星期天甚至接近400名。这么多人，发出感叹是葛兰的小姑子于青莲。时代变了，有机会我也要去海城看看。我也要去。于青莲一脸期待看向葛兰。嫂子，以后我们也去那边看看吧。再说吧。葛兰心里蠢蠢欲动，嘴上却不松口。看来葛兰没把昨天的事告诉家里，终究还是顾着面子。可孟心柔消停了这么久，不太像她的风格。车刚驶回家属院，就听见有人高声喊了起来：心柔，不好了，秀秀和元宝不见了。哦，怪不得在车上的时候一言不发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他们没有去学校吗？没有，早上就没去学校，中午老师来问，我们才知道人不见了，也不知道这俩孩子怎么了，以前都不会这样的。难不成是昨天的事被江瑶刺激到了？一时间，众人的目光落在江瑶身上。呜呜，秀秀和元宝没了爸爸，内心敏感又脆弱，他们可能是觉得被人瞧不起了，心里难受，不敢见人，躲起来了。这句话算是给江瑶定罪了。昨天我既没打他们，也没骂他们，就只是和孟同志、葛同志理论了2句。真要说受刺激，也应该是孟同志和葛同志受刺激。从知道消息到现在，已经过去3分钟，孩子不见了。孟同志不抓紧时间找孩子，反而急着推卸责任，我不得不怀疑孟同志的用心。被人当众拆穿，孟心柔心头一颤。江同志，我是孩子的母亲，怎么可能不担心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污蔑我？有和我理论的时间，不如去找人。江瑶没管他，看向报信的人。家属院都找过了吗？都找过了。通知部队找人了吗？还没。赶紧去通知。孩子的妈不经事，作为家属院的一份子，我们得上点心。不管孟心柔有什么算计，这件事必须要让部队领导知道。江同志，我只是太担心他们了，心理和身体承受不住。有什么错？你这样未免太咄咄逼人。我知道你担心，嘴上的担心，讲过话还慢吞吞的。别说了，浪费时间。对完后，
直接让人去通知部队领导。梅花神子，你和这位同志麻烦跑一趟，去问问大家，最后见到小宝的是谁，什么时候见的，在哪儿见的，一点线索都不能漏。明白，我这就去问问。这么多人在这儿，肯定有谁瞧见了。事关孩子的安危，众人都积极帮忙。我怎么总觉得心柔哪里透着股不对劲？孩子丢了，你倒有心思在这儿装柔弱。小子，你瞧瞧他，到现在还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靠在你身上，你难道还看不明白吗？整个院里乱成一团，正经该着急的人反倒病歪歪的躺着，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正常吗？青莲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心柔本就体弱，她只是受了惊吓。你别说了，赶紧去找孩子要紧。嫂子，你就是太好心，算了，说也说不听，我还是别管了。于青莲摇了摇头，加入找人的队伍里。我刚才那番话，家属院的人肯定对孟心柔起了疑心，可那两个孩子终究是他亲生的，万一真出了什么意外，即便我不用担责任，名声也免不了受牵连，这正是孟心柔想要的结果。江瑶找到贺寻，把事情告诉他。你先回去放东西，我来处理。好，我先把东西放回去，马上就过来一起找。之前我找过政委，政委找了孟心柔和葛兰的丈夫谈话，还以为昨天的事已经结束，没想到又生变故。部队出动了一队人马和军犬，事情闹得很大。怎么办？我原打算等家属院找到孩子，再控诉是江瑶昨天那番话刺激了他们，把责任全推给他，闹到领导面前，让他吃点苦头，再也待不下去。可他竟直接捅到了部队领导那儿，事态失控太快，反倒让我心慌，怕他们顺藤摸瓜查到我的算计。江瑶回家放东西的时候，意外发现包里多了2毛钱，应该是梅花神子悄悄放的，算是给那2个包子的钱。他无奈笑笑，把钱放好后，跑去梅花婶子找人的区域。瑶瑶，问到了，问到了。有人9点的时候在南院那边见过孩子。江瑶看着西南方向外面那座山，隐约猜到了什么。婶子，他们之前去过那座山吗？没有，那山上有狼，我们都不准孩子去的。这样啊，婶子，我知道他们在哪了。江瑶和梅花婶子刚赶到山坳桥底，蒋世杰已带队找到了人。江瑶怎么变得这么美了？漂亮的女人我见过不少，可像她这样容颜出众、气质出尘的，却是头一个。她曾是我的未婚妻，明明近在咫尺、触手可及，却被我亲手推开了。江瑶无视蒋世杰，走上前，语重心长对孩子说道：“秀秀，小宝，这山上可有狼，还有别的野兽，你们躲在这儿太危险了，知道吗？而且这儿常有过路人贩子，万一他们路过把你们抓走，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。到时候挨打受骂，饭都没得吃，衣服都没得穿，光是想想都让人心疼啊！”你胡说，都是因为你这个坏女人，妈妈才会生气的。我讨厌你。你妈妈生气了，怪不得知道你们不见了，她都没来找你们，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。当妈的就这么放心吗？孩子不见了都不急。你又胡说，妈妈才不是不找我们。张秀秀还没说完，孟心柔突然赶到。秀秀，你们去哪了？知不知道妈妈很担心？妈，你终于来了，我就知道坏女人是骗我的。秀秀，不可以没礼貌。孟同志，我和这2孩子才见过2次，他们每次都喊我坏女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大人教的呢。还有2孩子为什么会跑出来，这件事必须问清楚。江同志，虽然这件事可能和你有关，但孩子没出大事，我也不想追究，就这样吧。现在不是你想不想追究，是我要追究。我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，你们都能把错放到我身上，你的脸咋这么大？下次孩子又搞什么小动作，是不是还想让我负责？江瑶语气强硬，一点都不给孟心柔面子。江同志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已经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们孤儿寡母？说着说着，眼睛又泛起泪花。江瑶，你不要太过分，心柔是烈士遗孀，秀秀和元宝是烈士遗孤，你这么欺负他们，我要向领导举报你。其他站在孟心柔那边的人也声讨江瑶。江瑶怎会如此行事？就算再美又如何？竟这般意气用事，全然不顾后果。幸好我没娶她，这种没有见识的女人配不上我，不仅对我的事业无益，还会拖累我名声。好在退婚了。贺寻来到现场，还没开口就被江瑶用眼神制止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先辈有军功，后辈就算做了错事，也能靠着先辈的军功安然无恙？当然不是。既然不是，那我现在被先烈的家属冤枉，我合理要求查明真相，有什么不对？葛兰被问懵了，其他人也不敢说话。同志，麻烦帮我通报一下，我要见领导。贺寻是我丈夫，要避嫌，我要找能真正做主的人。
这江瑶竟然这么刚，宁愿把事情闹到部队，也不肯吃闷亏。不过对于我来说，或许是好事。坐实了孩子是被江瑶刺激到，以后再有什么事，江瑶就逃避不了责任，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。一群人围在政委办公室外，随后孟欣柔、葛兰被分别问话，张秀秀与张元宝也被分开带走。不就是2个孩子闹着玩吗？江瑶至于这么上纲上线，把人都叫去问话？就是啊，孩子能懂什么？他也太较真了。江瑶听着门外传来的只言片语，冷笑一声：“喝点水，别气坏了身子。”谢谢。你会不会觉得我小题大做，没事找事，还给你惹麻烦？有人这么想，可孩子之间的事，往往藏着大人看不见的恶意。你做的没错。现在他们护着，嫌我多管闲事，等哪天祸落到自己头上，想哭都来不及。所以你才要现在管，不是为了出气，是为了以后少些后悔。没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也不知道孟欣柔哪里来的自信，觉得我会息事宁人，可能是吃准了领导会相信孩子说的话。不过经过这件事，我觉得贺寻这人确实可靠，他三观正，内心坚定，不会因为别人的非议就疏远我或责怪我，反而始终默默站在我身边支持，能做到这样实属难得。见他一直盯着看，贺寻皱了皱眉：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你挺好的，回家后我给做好吃的，感谢你。突然被女孩子夸了，贺寻不自然的嘘咳一声。好，一个大男人这么害羞，还挺可爱的。孟欣柔一进来，就看到2人之间气氛和谐，冷静。部队的人不会对孩子怎样，也不怕孩子说出实情。他阻我让贺寻收养孩子也就罢了，竟敢一再挑衅我，我定要让江瑶在家属院里寸步难行，无处容身。孟同志，气大伤身，悠着点。多谢关心，我很好。你还有脸说风凉话？孩子的事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这回总算有人治得了他了，早该有人管管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江瑶慢条斯理地喝着水，神色淡然，不予理会。别理他们，问话自有组织定论，你别冲动。我能有什么冲动？喝水都嫌我喝得太稳，是吧？贺寻无奈摇头，又看了他一眼，才转身走向办公楼。要是部队这边查不出，我就自己挖。那2个孩子提起一点就着，击2句准炸，想装乖，在我面前不难撬开他们的嘴。孟欣柔再次被叫进去问话，再出来时，政委莫少棠宣布：同志们，经过调查，事情已经清楚了，江同志没有责任。众人微微骚动，目光纷纷投向江瑶。那2个孩子，他们承认了，是自己故意躲起来的，目的是嫁祸给江同志。什么？众人低声惊呼。他们想让人觉得是江同志言语刺激了他们，被瞧不起，才导致他们负气出走。莫少棠未再多言，亏得我们还在替他说好话，小孩子哪来这么多心眼？肯定是大人教的。一时间，孟欣柔泪如雨下，泣不成声。莫政委，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让孟同志和孩子当众给我道歉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还有一点，我要声明，以后不准来我家，离我远点。他们再搞出什么事，也和我没关系，别什么都往我头上扣。江瑶点到为止。家属院的人都在看着，莫少棠还站在一旁。眼下情势，我只能忍下这口气，低头道歉。江同志，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秀秀、元宝，给江阿姨道歉，对不起。看在领导的面上，你们的道歉我接受。这个年纪的孩子容易受环境影响，也不知道是被谁教坏了，还是自己从哪学坏了。孟同志，以后你可得好好教育。会的，我会好好教育他们。莫少棠看着他，轻叹一声：政委，我确实疏于管教，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承担责任。为人父母，责无旁贷。孟同志，今后务必多加管教，别再让这样的事发生，不只为孩子，也为你们一家的名声，更为组织的风气。都散了吧。哼，又让这贱人躲过去了。等孟欣柔带着孩子走开，家属院的军嫂们开始交头接耳，事情顺利解决。江瑶见贺寻在等他，你忙完了？回家吧。你是不是偷偷给我帮忙了？没有，就是在旁边看着。那就是帮了，一会做好吃的感谢你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我找到兼职了，在家里工作就行。江瑶语气轻快，眉眼含笑，那一瞬的明媚让贺寻看得正了神。贺寻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恭喜。谢谢。从下周开始，我每周3都要去一趟市区，有想买的东西提前和我说。找工作的时候，我遇到薛启玉和他哥了，他没比过我，心里肯定又在憋什么坏主意，你也当心点。我怎么觉得不对劲？翻译的是瞒不住。我说这么多，也是为了给贺寻打预防针，可这人的反应也太平淡了。据我所知，薛启玉是大学生，原主没考上大学，他就不觉得奇怪吗？贺寻，你没什么话要和我说？好好工作，学历不代表一切，
原来你想的是这个，放心，我会的。我还担心贺寻会怀疑，哪知人家压根没往那想。两人在夕阳下并肩走着，江瑶愉快地和贺寻分享他去市区遇到的人和听到的事。贺寻，我说了这么多，忘记给你说我买的新衣服，你是不是都没发现？看到了。那你怎么没问我，也没夸我？还不错。那当然，我的审美可是领先潮流的，毕竟我可是看了时尚杂志的。江瑶也不指望他能说出什么漂亮话，有回应就不错了。我向来孤独惯了，原以为会厌烦他叽叽喳喳说个不停，却没想到竟觉得还不错。小江，今儿进城回来了。瑶姐，是啊，刚回来呢。您今天气色真好啊！好就好，我还有事，锅还在烧。江瑶热情回应，把那姐姐吓得直接回屋了。我的笑容这么真诚，她怎么跑了？那是你太热情了，把她吓着了。进来吧。好吧。江瑶一进屋就瘫在椅子上，一点都不想动弹。我先歇一会，奔波一天，好累。我去做饭，腿都快断了。要不是答应过你今天要做顿好吃的犒劳你，我连厨房都不想进。今天你辛苦了，明天再做也一样是犒劳。好，辛苦啦。和这边的和谐融洽不同，孟心柔那边水深火热。你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，你知道我被教导主任叫去谈话有多难堪吗？我是军人，还是副营长，结果自家后院天天出乱子。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，他也知道错了。知道错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你整天护着他，惯得他无法无天。我杨建华带兵都讲纪律，家里倒成了法外之地。建华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以后我会好好教导孩子的，你别生气。心柔，我不是生气，我是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带孩子去贺寻家里抢东西吃，和江瑶闹得不愉快，又为什么怂恿孩子做这么危险的事，就为了陷害江瑶。当初我娶你是因为喜欢你，喜欢你的温柔贤淑，否则也不会走进这婚姻，更不会答应照顾那2个孩子。可此刻你怎么突然让我觉得有些陌生？我是想串门的。孩子和江瑶玩闹呢，不是抢东西。当时江瑶说话太难听了，秀秀和元宝都被说哭了，我气不过，就和孩子多说了2句，哪知道孩子误解了我的意思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不怪你。我也听说了江瑶做的事，她不是个好相处的，以后离她远点。我跟贺寻一个营队，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有些事我不得不顾忌。见他相信了自己的话，孟心柔暗自松了口气。我知道了，我也没想到他脾气这么不好，连孩子都不放过。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要不还是把孩子送去乡下吧。回家前，政委就找过他，还和他说了孩子做的事。没想到这2个孩子小年纪，心思竟如此深沉，留在身边终是隐患。这怎么可以？孩子的爷爷奶奶要照顾其他孙子，还要干农活，要是让秀秀和元宝回乡下，老人会更辛苦。孟心柔动摇了，也不能这么快答应。心柔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我知道你心疼孩子，但这里真的不适合他们，你好好想想。孟心柔点点头。我确实需要好好想想，当初留下2个烈士遗孤，是为了能继续住在家属院，享受优待，也显得我善良贤惠，借此在院里站稳脚跟，最终嫁给杨建华。可现在他们反倒成了负担，或许这正是送他们离开的好时机，还不会损了名声。张秀秀和张元宝就在门外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他们冲进去嗷嗷大哭。我们不要回乡下，不要回。好，不回。孟心柔温柔地哄着，心里却愈发烦躁，也更坚定了送他们去乡下的念头。没结婚前，这2个孩子在我面前表现得听话乖巧，哪知结婚后脾气越来越暴躁，也不听人教，还是要尽快把人送走。贺寻，没想到你的厨艺这么好，真是太好吃了。吃着可口的饭菜，他心里有了主意。看来以后得好好夸夸他，让他心甘情愿的任劳任怨，不是继续在家庭中发光发热。眼睛亮闪闪的，准又在琢磨什么稀奇古怪的念头。吃完饭后，就看到贺寻自觉收拾碗筷，进了厨房。哇，贺寻，你好勤快，辛苦了，洗得又快又干净，比我强多啦。明知道他是为了不干活，可心里却还是被哄得舒坦。看他心情不错，江瑶也愉快地去吃水果罐头。就在这美好的时刻，院门被人敲响了，紧接着方红英走了进来。江同志，我是来通知你，作为新成员，你被选为家属院代表，要在5·1劳动节那天代表家属院上台演出。这是家属院的规定。没错，新来的都要组织演出一次。这时听见厨房传来水声，他立刻阴阳怪气地开口道：江同志真是好福气，连家务都不用做。我长得这么好看，当然有福气。见方红英被气得直咬牙，
江瑶笑了笑，说吧，什么要求？能让这女人这么高兴，肯定不是什么容易的事。要5个人以上，而且都是家属院的人，表演的必须是正儿八经的节目，其他的没要求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方主任是大忙人，我就不耽误你了，请回吧。被当面下了逐客令，方红英一口气堵在胸口。哼，等上了台，还不是要在众目睽睽下出丑丢脸？看你还怎么得意？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对了，听说江同志和贺营长明天要办酒，那先恭喜了。江瑶从他那带着笑意的语气中感受到满满的恶意。此时，洗好碗的贺寻从厨房出来，不想做可以不做，我去交涉。没事，既然是家属院的规定，就别坏了规矩。有坑，我也有信心跳过去。等你哪天真当上大首长了，我再随心所欲也不迟。就算当上大首长，也不能随心所欲。怎么，一辈子都要当清廉正直的模范营长？不是模范不模范，是有些底线，一旦破了，人就歪了。父亲教过我，位置越高，越要走得稳。我知道，你讲原则，重公平，否则也不会这么多年连身份都不肯公开。我或许做不到你那么纯粹，但你的选择我懂，也尊重。我会尽自己所能，护着你的这份坚持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踏实了。报告营长，我保证谨言慎行，遵纪守法，绝不给您添麻烦。贫嘴。他没有反驳我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正说明他心中藏着凌云之志。明天就是周日了，还有1个星期，要尽快解决演出问题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当他把这件事告诉梅花婶子时，梅花婶子一阵哀嚎。婶子，怎么了？瑶瑶，你被坑惨了。那演出谁乐意接？这几年能上的早上了，该出丑的也出过了，现在谁还抢这个？再说家属院里有几个真会才艺的，能随军的，不是营级以上干部家属，就是特殊岗位的，个个都要脸面。军嫂上台跳个舞唱个歌，万一演砸了，回头怎么见人？还有那方红英，真是缺大德，往年都提前半个多月通知，好让人准备。他倒好，就剩几天了才提，还偏偏挑在你和贺营长摆酒的前一天，这不是存心让你难堪吗？真是心眼小到家了。我总算明白了其中的算计，原来不是任务难，而是这难里藏着旁人看不见的羞辱。瑶瑶，你别怕，婶子我帮你张罗，算上你，我还差3个，我豁出这张脸也给你找齐，大不了咱们跳个广播体操，也算完成任务。婶子，我已经想到办法了，别担心。他话音未落，方红英便又来了。江同志，时间紧迫，希望你重视起来，不要再在这里闲聊。他高兴了一晚上，早上起来后又留意着江瑶的动静。方主任，现在这个点，你应该在办公室才对，怎么会在这里？作为妇女主任，不以身作则可不行的。我是特地来督促你的，这也是我的工作职责。说完后，马不停蹄走了，生怕再被人说迟到。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他向梅花婶子打听了家属院每户人家的情况，就想休息一会，这就回去了。对呀，咱不找人了。不用着急，晚点再说。婶子，你记得叫孩子们下午来我这吃喜糖。我有点困了，先回去睡个回笼觉。你这妮子心可真大，人家都在等着看你笑话，你倒好，还惦记着发糖。看笑话的人总得有点甜头才愿意来嘛。再说了，我结婚关他们笑话什么事？这丫头真是皇帝不急，急死太监。听说江瑶被选为家属院代表上台表演了。是呀，就他那水平，还代表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出丑。别这么说嘛，人家也是鼓足勇气才接的。勇气？呵，勇气可撑不起一场表演，等着瞧吧。台上一紧张，这露馅儿。睡了回笼觉后，做好护肤，就开始换衣服化妆。贺寻让食堂师傅掌勺，请了同一团部的领导同事。临近中午，江瑶穿着一身新娘装走了出来。好了，久等啦。贺寻在看清她的那一瞬怔住了。怎么，我妆花了？没有，你太好看了。明明清楚他不是他，我却任由这一切继续下去，连最基本的体面都没给他，这样是不是太卑劣了？今天应该算是我们的婚礼吧。以前我一直觉得婚礼很麻烦，会很累，没想到还有这么轻松的，开心。你觉得这样很轻松，很开心？对呀，你不觉得吗？江瑶眼神澄澈，语气欢脱，光看神情就知道她是真的开心。她天性活泼，眼中的世界仿佛总是明亮而美好，哪怕不如意的事，也能被她赋予温暖的意味。这份蓬勃的生命力无声地感染着身边的人，比如此刻的我也觉得很好。哇，你对我笑了，你居然对我笑了，还笑得这么好看，今天果然是个好日子。贺寻不习惯这般直白的夸奖，
耳朵却红了，惹得江瑶笑个不停。别不好意思啦，耳朵都出卖你了，哈哈哈。蒋世杰走过来的时候，看到的正是两人一个害羞躲避，一个嬉笑调侃的画面。离开了我，这女人怎么可以这么开心？还有那贺雪占了我未婚妻的身体，无耻下流，有什么脸在我面前耗？蒋世杰心里愤愤不平，江瑶怎么又变漂亮了？若是当初那场退婚只是一场梦，该多好！如今站在他身边的人就该是我。贺寻都是因为他，若不是他横插一脚，江瑶根本不会和我退婚。贺寻，你这个小人，你是不是早就看上他了？看来前2天的切磋还没把你打怕，今天我心情好，别逼我揍你，滚！说着一把将人推开，蒋世杰踉跄了2步才站稳。之前贺寻假借训练切磋的名义把我打得半死，要是再给他机会，恐怕还得动手。但他不想这么狼狈离开，出口嘲讽：贺寻，你打得过我又如何？赢了一场打斗，就真以为赢了他的心？江瑶喜欢我好几年了，光是写给我的信就有20多封，每一封都在说他有多想我，多渴望来到我身边，甚至盼着能嫁给我。他跟你不过才认识几天，还是被迫嫁给你，你真以为他会喜欢上你？蒋世杰语速飞快，还警惕地和贺寻保持距离。这渣男怂成这样，都这时候了还不忘坑我一把，上次要的钱还真是要少了。等会儿有好戏看。江瑶，别怪我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贺群，我没喜欢过他，当初写这么多信给他，是因为我在继父家里过得不好，吃不饱穿不暖，有干不完的活，还被打被嫌弃，我特别希望蒋世杰能带我离开。说到这，他无奈叹了口气，情绪低落。原主也是可怜，起码是个没男人会死的恋爱脑，菟丝花，懦弱又自私，刚死了丈夫就带着已故丈夫的房子、钱和工作嫁给别的男人，眼里只有那男人和那男人的孩子，不管你儿死活。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他们。那好啦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不说这些了，走吧。江瑶笑了笑，往前走去。等处理好这边的事，我也该去会会原主的菟丝花亲妈和软饭硬吃男继父了。食堂里有专门招待贵客的独立包间，江瑶一走进去，就看到几张陌生的面孔。这位是于良，我们团的团长，也是葛兰的丈夫。旁边这位是苏志远，副团长，姚云芳的先生。贺寻的目光转向一位神情沉稳的中年男子，这位是汤明，团政委，方红英的爱人。汤政委旁边是杨建华，副营长，孟心柔的丈夫。这位是莫少棠，营政委，也是我的老朋友。最后这一位是钱进，副连长。在贺寻的介绍下，他笑着和他们打招呼，也知道了他们的职务和家庭关系。至于连长，是和我们刚见过的蒋世杰，他没来，参谋也没来。除了这些人外，还有一个特殊的，那就是证婚人萧敬成，他是师级干部，为了避嫌，一般不会出席营长的宴请。江瑶突然想起在贺家听到的话，他是小叔嘛？贺寻点了点头。好家伙，真的是小叔，这小叔看起来才30多岁，和贺寻父亲相比，也太年轻了吧？江瑶扬起标准的笑容，打了招呼：萧政委。江同志，恭喜！没想到贺寻这位小妻子竟如此沉稳冷静，面对这般场面，丝毫不见介意。其他人心里也是这样的想法。当初听说贺寻要娶一个刚退婚、名声又不佳的女人，我们都觉得他疯了。这2天江瑶在家属院里闹得沸沸扬扬，更让我们笃信自己的判断。可就在刚才见到江瑶的那一刻，我们忽然明白了贺寻的选择。这样一个明艳动人、气质卓然的女子，别说贺寻，换做任何一个男人，恐怕都难以不动心。江瑶虽能从容应付这种场合，却并不喜欢，只想快点吃完回家躺着。今天安安静静的，全然不似在家时那般活泼灵动，我反倒觉得颇有意思。若有机会，真想带他多去些不同场合，瞧瞧他究竟有几副面孔。隐约间，江瑶似乎听到外面有嘈杂的声音。在院子里时，我记得蒋世杰离开时神色有些异样，莫非这厮又在给我设什么狠招？念头刚起，门外便传来一道熟悉又刺耳的声音：瑶瑶在哪？我们是她爸妈，赵婉如、周卫国，来看看闺女。我不去找他们，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，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和蒋渣渣有关。屋里其他人也听到了动静，面露尴尬。又出状况了，别担心，我去看看。不用，我来，亲妈远道而来，我自然要好好招待。一出门就看到了幸灾乐祸的蒋世杰和薛启玉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送嫁妆的吗？嫁妆？什么嫁妆？妈，这才几年，你就忘了？当然是爸爸留下的房子、钱和工作呀。现在我结婚了，也该给我了。当初爸为厂里研发改良了不少设备，临终前病重时，领导曾亲口向他承诺会给我留一份工作。可你嫁给周卫国后，却把这份工作机会转手给了他。瑶瑶啊，你爸去世4年了，这些年你吃饭读书也是要花钱的，没剩什么了。我一个女人带着你，
要不是有你周叔帮忙，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瑶瑶，你妈养大你不容易，你怎么能这么和她说话？这孩子怎么一点不懂事？哼，现场这么多人，江瑶又是个闷葫芦，料定她不敢反驳。下一秒，江瑶的眼泪唰的涌了出来。妈，周叔，你们怎么能昧着良心说这种话？4年前我刚到周家时，已经14岁了，洗衣、做饭、喂猪、扫院子，什么活不是我干？每天就2碗稀的照人影的米汤，2个硬邦邦的窝窝头，别的连看都不让我看一眼。冬天睡阳台，夏天蚊子咬得睡不着，我还得半夜糊纸盒，攒钱买纸笔，交学费。要不是怕街坊说你们虐待孤女，你们是不是连学都不让我上了？妈，4年前我爸临终前清清楚楚交代过，那3000块钱、房子还有厂里的工作留给我的。他说如果你再婚，房子也归我，还要另外给我1000块压箱底。可你呢？他去世还不到2个月，你就嫁给了周叔，转头就把本该属于我的工作给了他。妈，你该不会现在想说，周叔这几年领的工资还不够我每天吃2个窝窝头吧？还是想说我爸留下的那几千块钱，连我喝的2碗米汤都抵不上？江瑶口齿清晰，确保在场的人都能听得清楚。这真的是亲妈，不是后妈。之前江瑶刚到家属院时就说过他亲妈对他不好，我们还觉得他可能夸大其词了，现在看来他那时说的实在太含蓄了。妹子啊，你这也太不厚道了，拿着去世丈夫的钱、房子和工作养着新丈夫，还不给女儿活路。哎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孩子的后妈呢。就是干出这么缺德的事，还有脸哭哭啼啼的，一大把年纪了也不害臊。我这辈子最讨厌这种矫揉造作的女人。接连被人指责嘲讽，赵婉如脸上挂不住。我平时要上班，还要操持家里，没留意这么多，孩子也不说，我难免疏忽了。说的比唱的好听，谁家亲妈疏忽女儿，一疏忽就是4年。我看你是把心思都放在男人身上了，眼里就没女儿，可就看不见吗？没错，丈夫去世不到2个月就再婚，还没下丈夫留给女儿的东西，不要脸。被轮番炮轰，赵婉如崩溃。我这个打一棍子都闷不出个屁来的女儿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说会道，还跟别人处得这么好了？蒋世杰和薛启玉也始料不及，江瑶怎么这么幸运？本以为能用孝道压他一头，让他吃瘪，谁知根本不管用。江瑶捂着脸扑进贺寻怀里，哭唧唧道：两位婶子，谢谢你们帮我说话，我也不知道我妈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狠心，却对周叔叔的孩子这么好。以前我总是安慰自己，父母都是爱孩子的，但4年了，我都没有等到这份关爱。贺寻抱住江瑶，紧张的浑身紧绷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。赵同志，刚刚江瑶说的是否属实？属实，女婿，你既然属实，那就该按江瑶父亲说的办，我会请政委出面协商，做到公开公正。还有，请赵同志如实回答，是谁通知你们来这里的？又是谁放你们进来的？见他面色冰冷，赵婉如拿不准主意，看向周卫国。女婿，你和瑶瑶结婚，不邀请我们，实在……此事关乎部队安全，为防止有心之人搞破坏，请赵同志正面回答。我女儿结婚的事，怎么就扯上部队安全了？他心里没底，再次看向周卫国。我们也是接到电报，说江瑶在部队结婚了，今天办酒，这才过来的，是他带我们进来的。原来是蒋世杰，都退婚了，还搞这么一出，这蒋连长也太缺心眼了。我也是刚好路过，看到了，就带他们过来了。蒋连长还是和莫政委解释吧，麻烦莫政委了。蒋连长、赵同志、周同志，请跟我来。赵婉如想说话，被他3言2语糊弄过去，最后只能跟着他离开了这里。江瑶还维持着哭唧唧的样子，靠在贺寻怀里，被亲妈搓磨，遭未婚夫背叛，好不容易结了婚，又碰上这种事。梅花婶子安抚了2句，不好打扰他们，就走了。别哭了，你爸留给你的东西，我帮你要回来。我真的好难过，实在控制不住。说完后，就软绵绵地晕在了贺寻怀里。江瑶，贺寻心一惊，抱起他往医院跑去。可就在贺寻疾步如飞时，怀里的江瑶悄悄扯了扯他衣角。担心了这么久，原来这小骗子全是装的。他强压住扔他下地的冲动，放缓脚步，手臂却绷得更紧。算了，睡一会吧。没一会，他的呼吸就变得均匀。贺寻低头看了眼，一脸无奈。虽无奈于他的做法，但我明白，赵婉如毕竟是他母亲，他越惨越占理。另一边，薛启玉快要气疯了。这么好的一步棋又废了，还有蒋世杰那个废物，说什么江瑶最听他妈的话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好在自己没直接掺和进去，谅他蒋世杰也不敢多嘴。可惜想下来，江瑶看似哭得可怜，实则步步为营。
始终牵着局势走。若他早有这般心机，怎会在亲妈手下忍气吞声这么多年？难道他也是重生的？想到这，薛启玉突然明白了那些奇怪的地方。怪不得呢，原来是这样。自从江瑶来到家属院，我就看他不顺眼，一来怕他这个变数搅了我的运势，二来担心他和蒋世杰旧情复燃，三来凭什么贺寻对他这么好？如今既然怀疑他是重生的，那就更留不得了。江瑶美美的睡了一觉，睁开眼睛，见在自己房间，才放心的伸了伸懒腰，揉着眼睛走出去。贺群，你在家吗？肖政委，你怎么在这？来看看你吗？江同志，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贺寻的小叔萧敬腾。我和贺寻他爸的关系不是秘密，所以贺寻没有对外公开我的身份。小叔你好，你先坐一会，我有点事，失陪。说完就溜回房间了，换了身衣服，才重新回到萧敬腾那边。此时，贺寻端着泡好的茶走出来。小叔，喝茶。萧敬腾抿了一口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包，递给江瑶。侄媳妇，这是改口红包。江瑶接过红包，觉得这场面有点怪异。不是该我敬茶吗？算了，不重要，谢谢小叔。小叔，这是我倒的茶。怎么，你也想要红包？你都叫了我20多年小叔了，还想要改口费？那我亏了。贺寻笑了笑，看向江瑶。以后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找小叔，这茶不能让他白喝。江瑶第一次看到贺寻这么轻松的样子。知道了，那我赚了。江瑶还是倒了杯茶，正儿八经的递给萧敬腾。小叔，请喝茶，喝了后我就不用不好意思啦。好。萧敬腾眼底带着淡淡的笑意，喝了一口后，茶也喝过了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这么急，不多坐会儿？你们新婚燕尔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送别了萧敬腾，江瑶没形象的瘫在椅子上。赵婉如他们怎么样了？我的意思，已经看透他的为人，不想再和之前那样过继母女亲情。房子、工作和钱要回来了，已经让他们写了承诺书，明天一早就让他们离开这里。你找个时间回苏城，做好交接。这字据你收好了，别弄丢。你们都帮我解决好了。不愧是国家的好部队，不愧是人民的好领导，更不愧是我们家公正严明、雷厉风行的贺营长。办事就是快准稳，原本还盘算着要再和赵婉如撕一场，结果连嘴都没动，事儿就办妥了。贺寻早领教过他的彩虹屁，可那句我们家还是让他耳根发烫。他端起茶杯猛喝一口，掩饰猝不及防的慌乱。蒋世杰那边，他说自己是为了让你和家人团聚，没造成实质伤害，只被口头警告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江瑶并不意外。他之前写了承诺书给我，承诺退婚后互不干涉，现在他的行为已经干涉到我，我要写举报信。我一直在等蒋世杰和薛启玉出手，等他们亲手把机会送上门，如今总算等到了。想一下子摁死他不现实，但拿来利用绰绰有余。你有把柄在他们手里，把他们逼急了，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不值得。放心，薛启玉不会为了蒋世杰让自己名声受损的，不然他不会一直捏着那证据不拿出来。不过我做这些事的真正目的不是蒋世杰，而是薛启玉手里的证据。我倒想看看薛启玉会怎么选择。我知道你有主意，但还是要量力而行。知道啦，贺营长。咦，你听到我说的证据一点都不惊讶，也没问是什么，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好啊，原来你都知道这件事，我就和蒋世杰说过，你居然偷听。发生那种事，我总要了解一下你这个始作俑者。说起来，如果不是听了你和蒋世杰说的话，我不会这么心平气和和你结婚。对我来说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被威胁，名声和前途受损。但真到了那一步，我会以受害者的身份要求彻查到底，虽然难免会受些影响，但还不至于致命。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那些话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去？原来如此，怪不得他会帮我换房间、包揽政审，还带我见家长，给我钱。可我总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，就只是这样。行吧，都过去了，以后不要提了，这些可是安在我身上的黑历史，我一点也不想背锅。见他没有怀疑，贺寻紧绷的心松了下来。其实真正让我改观的是，现在他可能不是原来那个人。不过这么匪夷所思的事，我不打算说出来。事情说开后，江瑶雄赳赳气昂昂去写举报信，写完摸了摸肚子，好了啊，都快要前胸贴后背了。我好像忘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，上次和贺寻发生关系，没做安全措施，事后也没吃避孕药，而且这么多天我也没来例假，完了！刚刚因为写举报信的兴奋劲，瞬间没了。老天爷啊，求你做个人吧，我真的不想怀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江瑶整个人都蔫蔫的。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是心情不好，没有胃口。随后扒拉了几口饭，
就去洗澡了，连衣服都没洗。江瑶这是怎么了？往常在洗衣服这件事上，她有种近乎执拗的坚持，脏衣服绝不过夜。可今天竟连碰都没碰，是后悔写了那封举报信，还是对蒋世杰留着感情？难道真像蒋世杰白天说的那样，他心里根本没有我？贺寻不受控制地握紧塑料水瓢，江瑶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周围的环境变了，他揉了揉眼睛，坐起来，莫名觉得身体很笨重，低头一看，他的肚子居然高高的隆起来。怎么回事？谁往我肚子里塞了枕头？可这根本不是枕头，是真的肚子啊！我真的怀孕了！老天爷也太不讲理了！我才这么年轻就要生孩子，丈夫还是假结婚的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呜呜！恍惚间，江瑶看见贺寻抱着2个孩子，耳边还夹杂着他们此起彼伏的哭闹声。老天爷啊，竟然还有2个孩子！深吸一口气后，江瑶气势汹汹站起来，哪知脚刚触地板就醒了。怎么了？听到贺寻焦急的询问，江瑶这才猛然回过神来。还好，不是真的，只是做了个噩梦。咦，我记得锁了门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这种门难不到我。撬门的贺某人神色有些不自然，江瑶犹豫了一会，决定和贺寻说清楚。贺寻，要是我怀孕了怎么办？我不想生孩子，我们不过是假结婚，3年后注定分道扬镳。若真有了孩子，无论对你、对我还是对孩子，都不是负责任的选择。所以你刚刚做的噩梦和生孩子有关？你都不知道有多恐怖，你根本无法想象，怀里已经抱着2个，而我的肚子里竟然还怀着1个。我没想到你是因为这个。自从认识你以来，我从没见过你真正哭过，你总是这么坚强。别哭了，不是还有我在吗？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不想生就不生，要是真的怀孕了，就打掉。那别人不就知道怀孕的日期了？贺寻心疼的将掌心附在他脑后，轻轻揉了揉。别担心，我会为你请来最好的医生。被安慰了这么久，江瑶慌乱的心慢慢平复。贺群，谢谢你，我自己都说不清，究竟是被那场荒诞的噩梦吓坏了，还是心底积压已久的恐惧终于找到了出口。呜呜！江瑶别过脸，擦了擦眼泪。我没事了，你去休息吧。贺寻知道他又哭了，他的心一直揪着。别哭，你不想做的事，不管是什么，我都不会勉强。原来不是安慰能让人停下眼泪，而是有人愿意看我哭，才让我敢彻底崩溃。你别说话，让我抱一会。明明不该靠这么近的，可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虚幻而不真切。或许正是贺寻的怀抱太过温暖，才让我有勇气在这一世之中毫无顾忌地做一回那个会哭、会怕也会软弱的自己。来到这里之前，他应该过得很幸福吧，不然他就不会这么委屈难过了。江瑶哭了好一会，才慢慢恢复。那个贺寻，我的眼泪都把你的衣服弄脏了。没关系，谢谢你，我没事了，我有点困了，想睡觉了。那你早点休息。贺寻没再说什么，走了出去，还把门带上了。可能是穿越之后没有归属感，积攒的情绪也到了临界点，才会突然崩溃。既然到了这里，就好好生活，不要再想之前的事了。江瑶出去洗了把脸，又吃了半瓶水果罐头。回房间睡觉前，他看了眼贺寻休息的书房，心里有种暖暖的感觉。他对我这么好，那我以后也要对他好一点。现在终于恢复了精神，我也彻底放下了心。他本就该是那个开开心心、无忧无虑的江瑶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天亮。今天中午就包包子吧，既然说了要对某人好一点，那自然得投其所好。他随便吃了点，就出门找梅花婶子。巧的是，梅花婶子就在他家对面和姚云芳聊天，眼睛还一直看着他家门口。婶子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对呀。那怎么不敲门？哎呀，我以为你还没起床呢。婶子，你真体贴。还行吧，我是个懂礼貌的人。哎呦，这是咋了？哭了一晚上？也没一整晚。婶子您别说了，我都这么大个人了，还哭成这样，让人看见怪不好意思的。你呀，在意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干嘛？她是你亲妈，但她一点都没做到亲妈该做的事，为她伤心不值当。梅花婶子义愤填膺说道。这个解读不错，婶子，我已经对她彻底失望，但她毕竟是我妈，我做不到完全不在意。都彻底失望了，还管她干啥？要我说啊，以后少和她来往，不然还得被她坑。是啊，江同志，你母亲的事我也听说了，真让人气愤。可你呀，就是心太软，太重感情了。秋兰花更是恨铁不成钢，为了这么个傻也不是的亲妈，被气晕了不说，还哭一晚上，你可真是能耐。秋兰花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
人家瑶瑶那是重感情，有劳识字的感情，对这种人就应该快刀斩了麻，以后当作不认识。梅花婶子还想继续反驳，被江瑶制止了。婶子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会听劝的。秋兰花有点不习惯和人这么亲近。我可不是为了你好，我那是看不惯你。我知道婶子是心直口快，刀子嘴豆腐心，就算看不惯我，也还是开口得醒我。婶子，你真是良苦用心。秋兰花第一次被夸，有点不好意思，随你怎么说，扔下这句话就跑了。瑶瑶，你别管他。对了，你昨天晕倒了，那些孩子没拿到喜糖，我让他们中午再来。好，婶子，劳动节的文艺演出可以找文工团的人帮忙叫一下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他们可能不太乐意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在这里时不时就会遇到一两个不正常的人，梅花婶子跟着去也好，万一碰到不对付的也好，有个证人。江瑶告别了其他人，往文工团的方向走去。江同志，我跟你一块去。好，我是会跳舞，但不是这个年代的，还是不要太标新立异。没去的人也没闲着，开始向其他人宣扬江瑶哭了一晚上的事。哎，你听说没？昨儿晚上江瑶在屋里哭了一整宿，眼睛都肿成桃儿了。可不是嘛，之前还有人说他对亲妈太冷情，现在谁还说得出口？亲妈对他那样，还是太重感情了。此时准备离开招待所的赵婉如打了个喷嚏。江瑶来到文工团，直接去了团长的办公室，靠着家属院演出代表的身份得到学习许可。负责教他的人叫徐珊珊。我很忙，没那么多时间教你，最多半个小时。是你们团长安排你教我的，教不了，去和你们团长说。果然像传闻中说的那样，没有教养，道听途说就认定别人的人品，对别人抱有偏见，你也不怎么样。有听闲话的时间，还是好好学学怎么做人吧。不可理喻，快过来做拉伸，我可没时间和你瞎扯。徐同志，你先完整跳2遍，我整体感受一下，不然我把控不住。行，你可要好好看，好好学。15分钟后，看清楚了吗？再来2遍，我还没看会。你以为自己在看表演呢？徐同志，我也是为了更快学会，你该不会不想教我吧？没关系，那我去找团长，让他安排别的人来。行，我再跳2次，你好好看着。又15分钟后，徐同志，谢谢你教我，我已经学会了，那我不打扰你了，先走了。这就学会了？怎么可能？肯定是怕被我戳穿，才装出一副已经掌握的样子，真是虚伪。哼，这样也好，等演出那天，看他怎么出丑。到时候我一定要好好跟启玉说说，让他也乐一乐。江瑶可不知道徐珊珊心里戏这么多。快中午了，我该准备好糖果见家属院那群小可爱了。瑶瑶，你这就算是学会了，怎么一点不担心啊？对呀，婶子、云芳姐，你们放心，我能应对，我都学了4遍了，怎么可能学不会？罢了罢了，要是跳不好，大不了一起丢脸，也没什么要紧的。瑶瑶啊，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那徐珊珊是薛启玉的朋友，这才这么对你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没事的，不重要，我不用再去找他了，放心，等到演出那天你们就知道了。婶子，大概1个小时后我去你家拿蒸笼，你记得找出来。不用你跑一趟，我给你送过去。这哪行，一会你还要做饭呢。好啦，婶子，我着急回去准备包子馅，先走了。行吧，你去忙。江瑶刚做好包子馅，就见一群小萝卜头挤在门外，你推我搡，谁也不敢先进来。你们来了，快进来呀！江瑶面前放着糖果、花生和炒瓜子，她每样都抓了一把，分给他们。昨天我不舒服，就没给你们。不过怎么说也是我说话不算数，所以多给你们一些。漂亮姐姐，你好大方。江瑶假装羞涩，笑得更开心，因为你们都很可爱，我很喜欢。换了其他小孩，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方了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漂亮姐姐，我的小名叫铁蛋，读书名叫言不清。小铁蛋，哈哈，好可爱的名字。这一波夸夸，直接把铁蛋小朋友夸得晕头转向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的名字可爱呢。那是他们不好意思说出来。姐姐，我叫春妮，和铁蛋是朋友。原来是春妮小朋友，真漂亮。江瑶摸了摸她圆嘟嘟的脸蛋，打开那个小盒子，来，奖励你2颗大白兔奶糖。接着又给了铁蛋2颗。谢谢姐姐。见他俩得了奖励，其他孩子也争相介绍自己，连爸妈是谁都报了出来。江瑶笑眯眯地发了糖果，顺利接孩子们打入了家属院内部。你们到外面等我一下，我有点事要出去一会儿。说完后，关好门就急匆匆出去了。按照约定，江瑶去梅花婶子那拿了蒸笼，
再次回到家门口的时候，那群孩子还在。铁蛋、春妮、大毛、二毛，还有大丫、二丫，你们还在等姐姐呀？其他人去哪儿了？他们都走了，回家吃饭去了。明明说好要等姐姐回来的，说话不算话。就是嘛，我让他们等，他们还不乐意。大毛、二毛和大丫、二丫附和的点头。他们走了，那就没有实现愿望的机会了。愿望？什么愿望？就是你们帮我一个忙，我可以帮你们实现一个小小的愿望，给你们想要的东西。真的吗？没错，想要吗？想要。先说好哦，你们帮我做事，认真完成了才能有奖励，而且答应了就不能反悔，不能说不干就不干，要做个诚实守信的孩子。姐姐，那我们要干什么？要是太难，我不会。傻小子，怕什么？姐姐在呢，咱们先试试，不会的我教你。对你们来说是一件值得骄傲的好事，就是和我一起上台表演。当然，你们不需要做什么难的动作，我会教你们的。其他时间你们看着我唱歌就行。就看着你唱歌？对呀，别的小朋友可没有上台演出的机会，到时候你们的家人也能看到你们表演，他们肯定想不到你们这么厉害。我要去，姐姐，我要去。爸妈总说我干啥都不行，可我偏要争口气，让他们长一回力，让他们看看我也能干成大事。没错，就是要这么自信，真棒。江瑶一视同仁的继续夸。好啦，大家都听好了，你们的愿望我都写上去了，手印也按好了，接下来这一星期每天都要按时来练习，才算完成当天的任务哦。记得把同意书给你们家里人看哦，让他们签名，再拿回来给我。好。铁蛋，你负责把签了名的同意书收上来，明天来这的时候交给我。辛苦小铁蛋了。姐姐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好，姐姐信你。成功解决问题，江瑶笑得更加温柔，把孩子们送出家门时，还笑眯眯地挥手。贺寻你回来了。天啊，他怎么偏偏这时候回来？我脸上的笑都还没收呢，可脑子里已经全是昨晚的画面，鼻涕眼泪糊了他一肩膀，死死抱着人家不撒手，嘴里还抽抽搭搭的哽咽，我撑不住了，救命！他会不会觉得我太脆弱，太情绪化，太不像平时那个雷厉风行的江瑶？算了，反正都抱过了，哭也哭过了，还能咋样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他一声不吭的站在那儿，任我哭任我靠，我哪能这么快就缓过来？江瑶尴尬了一会，就自己安抚好自己了。我醒好面了，还没包包子呢，你要是饿了，可以先去食堂吃点。没事，不急，还好他没事，还笑得这么轻松，看来我这一上午的牵挂是多虑了。贺寻走进厨房，默默揉面。江瑶是南方人，包子不如贺寻会包，便去灶前安静烧水。演出的事顺利吗？很顺利，到时等着看我表演吧。尽力去做就好，不要有压力。知道啦。咦，我居然这么听话，这人明明比我也大不了几岁，怎么总给我一种长辈的既视感？像我爸让我添柴，我妈让我洗手那种你说的对，我照做的感觉。贺寻知道他做事一向有自己的主意。忘了和你说，这个星期我中午没空，得麻烦你去食堂打饭，我要开始忙翻译的事了。对了，中午有几个小朋友会来家里跟我一起练习，你要是觉得吵影响休息，可以去办公室午休。几个？大毛二丫他们？还有铁蛋和春妮。原来他的搭档是小朋友啊，还真没听说过谁带着孩子上台表演，我倒开始期待演出效果了。江瑶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竟莫名觉得心安，这才像搭伙过日子的状态嘛。贺寻没让他包包子，江瑶闲着没事干，走出了厨房。等贺寻出来叫他吃东西时，他在练习歌曲。歌曲选好了吗？再练几天准能更好。你猜怎么着？梅花神子偷偷跟我说，那些文工团的人啦，特别是外头部队来的，老觉得咱家属院的人土不专业，背地里笑话人。哼，这回我就要亮一手，让他们看看军嫂的本事。听到他这孩子气的话，贺寻眼底闪过一丝笑意。管他们怎么说呢，咱做好自己的事就成，用不着非得证明给他们看。好，快来吃饭吧。贺寻，吃完饭你帮我用药酒推拿一下嘛，就用那个药酒，肩膀酸死了。我你怎么了？没事。贺寻强装镇定，上次给他擦药酒的画面，脸上快要热得着火了。江瑶后知后觉发现贺寻耳朵红了。其实我自己来也行的，不用麻烦你了。江瑶笑呵呵的掩饰尴尬，拿起个包子咬了一口，呀，好烫，快吐出来，喝点水降温。江瑶一边呼着气，一边咕咚咕咚猛灌了半杯水，这才缓过劲来。总算活过来了。下次我帮你掰开，晾凉了再吃。谢谢，不就是擦个药酒推拿一下吗？又不是要搞什么暧昧，更没谈情说爱，怎么一见他就手忙脚乱，连包子都咬不利索，太没出息了。等等，这好像不是我的杯子。
刚太急，拿错了。没事，真没事。大哥，这种时候你千万别解释啊，越说越像我们俩有什么事的。江瑶抿着嘴不说话，耳根红的能滴血。晚上我帮你擦药酒。不用，真的不用，我能自己来。你后背自己够不着，而且不是说肩膀酸吗？完了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其实也没那么酸了。你等会还要去训练，快吃吧，我再去喝点水。说完，江瑶就跑了。贺寻看了眼桌上的水杯，皱了皱眉，直到他吃饱去休息，江瑶都没回来。我真该一开始就答应帮他擦药酒，要不是我拒绝，他也不会急着要包子掩饰尴尬，结果烫了嘴，我也不会手忙脚乱拿错杯子，让他不高兴。贺寻越想越觉得睡不着，第一次在午休的时候失眠了。江瑶不知道他的纠结，他正睡得正香，等他恢复意识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2个小时。怎么哪都疼？算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还是让贺寻帮我按按吧。江瑶强忍不适爬起来，吃了个包子，又迅速写了2封举报信，一封给方红英，一封给徐珊珊，连同蒋世杰的那封和他写的承诺书一并放进包里，挎上就出了门。把方红英和徐珊珊的投了出去后，江瑶拿着蒋世杰那封，找到薛启玉，直接掏出举报信和承诺书。薛同志，这是蒋世杰给我写的承诺书，里面明确写出他心里有了别人，对不起我才和我退婚，说好了退婚后互不干涉，他却3番2次跑到我面前蹦跶，还在我大喜之日把我妈和继父叫了过来，给我心理和身体造成严重创伤。像他这么作风不良的人，我要是把举报信交上去，他就算不被劝退，也升职无望了。看他那副中气十足的样子，还好意思说什么心理和身体遭受了严重创伤，真是厚颜无耻。更让我火大的是，蒋世杰居然写了那样的承诺书，简直蠢到家了。明明知道我们手里攥着江瑶的把柄，不趁机反制也就罢了，反倒主动把自己的把柄送上门去。我劝你见好就收，适可而止。别忘了，你的签名和手印还在我手里。那又怎么样？你该不会觉得那张单据还能威胁我吧？我和贺寻领证都这么多天了，婚前发生过什么根本不重要，就算你去举报又能怎样？退一步说，就算侦查到我买过那种药，又能说明什么？谁知道我是用了还是扔了？再说了，你我关系本就微妙，你手里怎么会有这张单据？你打算怎么跟别人解释？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我那么笃信，甚至曾把那点铁证当宝贝捧着，结果在江瑶眼里竟一文不值。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忍你和蒋世杰这么久？当初身上还有痕迹，加上不止一人之情，难免心存顾虑。但时过境迁，痕迹早已消失，如今又已与贺寻成婚，自是无需再忧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承诺书是不是真的？看清楚了，这是我手里的东西，蒋世杰亲笔写的，你可以看，但不能碰。薛启玉熟悉蒋世杰的笔记，知道这是真的。蒋世杰那个蠢货，要不是看在大首长夫人这个机会的份上，我才懒得理他。江同志，你想怎么样？薛同志，你觉得呢？这个江瑶，我本以为他会先提出条件，好让我讨价还价一番，争取以最低的代价拿回那份承诺书。哪想到这女人竟直接把问题抛给了我，我需要考虑一下，明天我再找你。薛同志，我可没那么多耐心等你慢慢来。还想回去慢慢想对策，想得到没？当初我就是没给蒋渣渣半点反悔和反应的时间，才逼得他乖乖赔钱写下承诺书。如今对付薛启玉这一招照样管用，给你3分钟考虑，要么现在就把签好字的单据交给我，再赔我500块钱，要么我就拿着举报信和那份承诺书直接举报你和蒋世杰，让他滚出部队，也让你这个勾搭军官的第三者以流氓罪被处分，身败名裂。薛启玉望着他狠厉的神情，心头骤然涌起一阵强烈的恐惧。上辈子他就是被男人哄骗，和男人私奔去了南方。小叶，今晚忍一忍，明天我亲自给你挑个像样的住处，要最干净、最暖和、最让你安心的家。这种委屈我不会再让你受第2次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住哪儿都好，房子好不好真的不重要。傻瓜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出去办点事，很快就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半小时后，咦，这么快就来了？你是谁？怎么来我们房间？出去，我男人马上就到。你男人？嘿嘿，你那男人早把你卖给我了，白纸黑字，钱都收了，现在我才是你男人。胡说，他不会，你放开我！我劝你少惦记别的野男人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人，敢跑敢叫敢看别人一眼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
你别过来，别碰我。第二天一早，经群众举报并初步查证，薛其玉同志以恋爱为名，行私奔之时擅自脱离组织，另有一位同志涉嫌参与拐卖妇女。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社会公序良俗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流氓罪之规定，现依据严打精神，依法对二人实施拘传，请立即配合，不得抗拒。两人被带到派出所，证据确凿，很快以流氓罪判了刑。等薛其玉出狱后，家人都不管他，生活潦倒，直到看见昔日看不上的蒋世杰已登高位，所以重生后，他第一时间就找上了蒋世杰。世杰，我们都这样了，我爸的意思是尽快把婚事定下来。他说，只要你成了他女婿，往后在部队上，他能帮你的地方绝不会含糊。还有，你和江家那门亲事也该退了吧，拖得越久，对你名声越不好。我这边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一句话。我会尽快处理。你不是说尽快吗？江瑶都追过来了，你说外人怎么看咱们？放心吧，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复的。前世贺寻在此年升任副团长，2年后遭内奸出卖，被伏击身亡。反正江瑶和贺寻都是早死的人，不如把他们绑在一起。这样一来，江瑶会过敏死去，贺寻也会因为流氓罪和江瑶的死离开部队。蒋世杰则会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。本来计划很完美，但偏偏出现了江瑶这个变数。再用这种恶毒的眼神看我，我的条件就不是刚刚说的那么简单了。江瑶为什么不去死？他要是乖乖像上辈子那样无声无息的死了，我早就高枕无忧了。蒋世杰是我的，未来也是我的，可他为什么又要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？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最多给你300。没关系，可以写欠条。既然已经决定了，就回去拿钱拿单据吧。我可不想你转头又反悔。重来一世，我竟还是栽在了流氓罪上。若早知江瑶命硬不死，我绝不会在蒋世杰退婚前沾他半分。那女人在院里横得离谱，烈士家属都敢撕，疯得没边。可现在，为了自己的名声和蒋世杰的前途，为了不让他把事情闹大，我竟只能咽下这口气。行，跟我来。薛启玉上钩了，江瑶心里乐开了花。拿到那张有原主签名和手印的单据，他确认无误后，立刻烧了。薛启玉也当场烧掉了承诺书和举报信，等信化作灰烬。江瑶往前走了几步，薛同志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特别熟悉蒋世杰的笔记，模仿的是丞相，他写的那份承诺书还在我这里哦。以后看到我绕路走，不然我一个不高兴就送你们蹲大牢。江瑶，你耍我！薛同志不要生气嘛，你可是咱家属院端正之姓的高材生，别这么粗鲁。江瑶说完，头也不回的跑了。啊，贱人，该死的贱人，有本事别跑！把薛启玉气得半死后，江瑶乐颠颠跑回家了，净赚500块，还顺手毁了唯一能威胁我的证据，这买卖简直美滋滋。往后薛启玉和蒋世杰在我面前连孙子都不如，哈哈。快到家的时候，哎耶，罐头吃完了，今晚还指着那口橘子糖水解腻呢。看来再走一遭供销社吧。等江瑶到的时候，好巧不巧的还遇到了孟欣柔和张元宝。我在家属院向来左右逢源，人人客气相待，唯有江瑶从不掩饰对我的轻蔑，眼神里不是漠视就是讥笑。见妈妈不高兴了，张元宝跑过去用力推了一把江瑶。你这坏女人，又欺负我妈妈！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这么用力推我干嘛？我差点就被碎玻璃伤到了。那富强人委屈不肯哭的模样，让于青莲心疼不已。张元宝，你小小的年纪，怎么就学会动手推人了？快跟人家道歉！是他先惹我妈生气的，我没错。你还嘴硬，大人说话轮不到你插手，更别说动手了。你跟他是一伙的，你们都是坏女人。供销社里还有其他人看着孩子没礼貌，纷纷说起来：这孩子怎么变得这么没礼貌了？以前看着多乖巧懂事啊，谁能想到会变成这样？可不是吗？刚才直接把江瑶推倒在地，还撞翻了一堆东西，瓜子撒一地，罐头也碎了，一地狼藉。哎，真是看走眼了，这才多大年纪就敢动手伤人砸东西，以后可怎么办哟？江瑶分明是故意的，孩子那一下根本推不倒人，他却顺势摔倒，还摆出那副受尽委屈的模样。若非如此，围观的人或许还会体谅孩子，事情也不会闹到这地步。江同志，不好意思，元宝他腿受伤了，还没好全，心情不好，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江同志是个大度的人，希望你看在他还是个孩子的份上，原谅他一次。孟同志，你儿子故意推我，让我摔伤，还差点被碎玻璃扎到，不仅不道歉，还骂了我和帮我说话的于同志。你作为他的母亲，
不好好教导他，让他改正就算了，还帮他掩盖错误，让受害者忍气吞声原谅他。孟同志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教育孩子？他可是烈士遗孤，不秉承他父亲的英雄遗志就算了，居然还这么没有礼貌，肆意伤害无辜之人，他对得起他父亲吗？还有你孟同志，你这样纵容孩子行凶，对得起英勇牺牲、有着大无畏精神的张同志吗？话音刚落，供销社众人便指责孟欣柔教子无方，颠倒黑白。你们误会了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看江同志没事才那么说，孩子也是要面子的，我想等回家再好好教导他，没想到被江同志这么误会。孟同志，你这话是说我在冤枉你？那你当众护着闯祸的孩子，难道不是纵容？我被推，东西被打碎，连说句实话都不行了，我错哪儿了？于同志，你给评评理，我错了吗？是不是不该这么诚实，把事实说出来，也不该因为关心烈士后代的教育，说了让孟同志不高兴的话？江同志，你这话一点没错，元宝是烈士遗孤，大院里谁不疼他？可孩子推人、砸东西本来就不对，当妈的不教育，反倒骂别人多管闲事，这理儿怎么说得通嘛？错的人是孟同志，做错了事还堵别人的嘴，这叫是非不分。你放心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的眼睛也很亮，看得真的，我们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。哎，说起来真是不敢认，这孟同志以前可是出了名的温柔贤淑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最讲道理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可你看现在教出来孩子推人打东西不说，还死不认错，他倒好，一味护着，是非都不分了。哎，人一偏心，道理就歪了，照这样下去，孩子可怎么长大哟？我们都支持你，江同志。谢谢大家。于同志，你好有正义感呀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明事理的女孩子呢。被你这么一夸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其实也没啥，这么明显的事，是个人都能分清对错。眼看没人理，孟欣柔拉过张元宝，元宝，快道歉！我又没做错事，干嘛要道歉？连你都这样，我不要你了，我讨厌你！吼完就跑，6、7岁的孩子一身蛮劲，孟欣柔根本拉不住。江同志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教好孩子，冲撞你了。回去后，我一定好好管教。上次你儿子和女儿故意躲起来，想让人觉得是我刺激到他们，嫁祸给我。真相大白后，我就和你们说过，以后离我远点，好好教导你的孩子。当时你答应的好好的，现在你又说同样的话。这次他推的是我，那下次呢？下次要是有谁没顺着他，他记仇伤害别人，你也这么说。他可是烈士遗孤，怎么可以做这种败坏他父亲名声的事？你作为烈士遗孀，对烈士遗孤这么疏于管教，怎么对得起他父亲？江瑶再度提起张秀秀姐弟的行径，还不忘点名他们烈士遗孤的身份。他们不是喜欢用烈士遗孀和烈士遗孤的身份当护身符吗？那就让他们被这层枷锁牢牢套住。江瑶是不是故意的？接二连三拿烈士遗孤的教育问题说事，这不是存心败坏我的名声吗？正说着，贺寻和杨建华一前一后进了供销社，江瑶直接扑到贺寻怀里。贺寻，我又被欺负了。怎么了？家里罐头不是吃光了吗？我来供销社买点，刚走到这儿，张元宝噌地冲出来，猛地一推，我直接撞上柜台，东西哗啦掉下来，碎了一地。有没有摔到哪里？快让我看看。有点疼，你看我的手都红了。看到那微红的掌心，贺寻的脸色冷了几分。杨副营长，作为孟同志的丈夫，孩子名义上的父亲，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，我要你给个确切的说法，保证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，不然我会直接反映到上面。贺营长请放心，我会切实负起责任，严格监督，用心教育。好，希望杨副营长说到做到，同时赔偿供销社的损失，也请各位做个见证。我爱人江瑶无心和孟同志母子结怨，是孟同志母子纠缠不休，往后要是见到江瑶被刁难，麻烦各位通知我一声，多谢。说完后，贺寻拉着江瑶的手径直离开。贺寻，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帮我说话的样子太帅了？真的？那当然，我是个实在人，不会说谎的。你都不知道刚才孟欣柔的脸色有多难看。想到这，他就忍不住想笑。手还疼吗？早就没事了。其实我本来都不用摔倒的，为了更有理才假装倒了下去。不要为了这些不值当的人伤害自己。我怎么可能因为他们伤害自己？你看，什么痕迹也没有。还有啦，你可别小看小孩的威力，要是我刚刚没表现的那么可怜，没说这么多的大道理，那些人肯定都会站在孟欣柔那边。贺寻沉默了片刻，竟觉得有些道理。想吃什么？我明天给你买。橘子罐头和黄桃罐头必须有，别的嘛我不挑。等等，干果也烧点，炒瓜子、咸花生、榛子、话梅、无花果都行，甜的吃腻了，想换咸的酸的。对了，山楂片也别忘了。
我记住了，这就是他说的不挑。不错嘛，没一开口就是少吃甜的，别乱花钱那一套，算你有觉悟。奇怪，怎么觉得贺寻越来越顺眼了？不行不行，不能承认是因为他答应给我买零食。这时，两人已经到家，门一关，江瑶一脸兴奋地和贺寻讲述与薛启玉交涉的事。你都不知道，他快要气死了，哈哈，哼，让他算计圆，算计我，这是他欠我的。不行不行，太嘚瑟了，差点说漏嘴。你什么时候学会蒋世杰的笔记？拿到承诺书之后就开始模仿了，而且我之前经常看他写给我的信，早就记在心里了。江瑶觉得自己只是实话实说，殊不知贺寻的脸已经黑了。拿到承诺书之后就模仿了，还记在心里了。等等，贺寻这语气怎么听着像是在咬牙切齿？你是不是在为我打抱不平？觉得我不应该花这么多心思在蒋世杰身上？哎呀，你人也太好了，虽然是付出了时间，但有奇效呀。之后我就可以完全不用受制于蒋世杰和薛启玉了。要不是不想影响你前程，烧掉了证据后，我就直接去举报蒋世杰和薛启玉。薛启玉的父母、姨妈和姨夫都是这儿的领导，妥妥的关系户。要是把人逼得太急，他们肯定会到处散播我和你的事。在这个名声大过天的年代，让自己陷进流言蜚语里，无异于伤敌800，自损1000，不值，也没必要。等我把薛启玉和方红英的名声彻底搞臭，到那时，就算他们开口，也没人会信。所以你这么做都是为了不影响我的前程？对呀，不然呢？当然，我也为自己考虑啦。模仿的不错。那当然，刚刚你脸这么黑，我还以为你生气了呢。放心啦，我做事有分寸，你看我这包鼓鼓的，可不就是有分寸？那可太有分寸了，能把所有烂摊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除了我，还能有谁这么聪明？继续保持。你又笑了，虽然你板着脸的样子很有范，很有气势，但在私底下还是可以多笑笑的。原来在他心里，不管我是什么样子，都是好看的。贺寻不好意思的轻咳一声。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去做饭。太好了，晚饭有着落啦，我都行，不挑食的。家里不是有豌豆和腊肉吗？要不做个腊味炒豌豆吧。贺寻淘米做饭的时候，江瑶就在一旁摘菜。哇，贺寻，你生活也太厉害了吧，又快又没多少烟，我每次弄都搞得像打仗一样，手忙脚乱的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贺寻又被夸得晕头转向。厨房油烟味有点大，你先到外面等会儿吧。饭好了，我叫你。你也太贴心了吧，没事的，你煮饭炒菜这么辛苦，我要陪着你一起帮你端盘子。我觉得做饭的人已经很辛苦了，哪怕自己不动手，至少也该在旁边陪着说说话，搭把手。如果连看都不看一眼，直接当个甩手掌柜，多少有点不尊重人。时间久了，付出的一方难免会积攒情绪，心里也会委屈。江瑶全程就端了2次盘子，外加一箩筐好话，吃到了想吃的菜。江瑶一脸满足，她发现贺寻比起吃米饭，更爱吃馒头包子。你不想吃米饭的话，可以去食堂买馒头，不用迁就我。江瑶是地道的南方人，吃不惯馒头。出任务的时候，什么都吃过，没有什么吃不惯的。我原以为像你这样在大院长大的高干子弟，从小锦衣玉食，大概没尝过苦。我出生时，父亲已经身居高位，物质上确实没受过委屈，但他的教育可以说是铁腕。正因如此，我反而比很多人更清楚老百姓的日子有多难。那随你。对了，晚上你要帮我擦药酒，我现在都还腰酸背痛的。吸取了中午的教训，贺寻即便难为情，也没有犹豫。和这边的岁月静好不同，孟欣柔和杨建华在供销社就被一群人教育。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欣柔不是那意思，回去我一定好好说他，大家放心。等远离了供销社，杨建华整张脸都黑了。你是不是非要把脸丢尽才罢休？领着烈士遗孀的名头，多少人对你礼让3分，可你呢，纵容孩子当众推江瑶，外人不会怪你失德，只会说烈士看错了人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什么？现在好了，全公社都知道你孟欣柔仗着身份耍横，你倒好，还站在这儿委屈。说完，他一甩手，大步朝家的方向走去，连头都没回。早知道张元宝撞人那会儿，就该硬逼他当场道歉，而不是放任事情就这么过去。结果呢，现在全公社都在看我的笑话。张元宝这个惹祸精，3天不闯祸就浑身痒，可他怎么偏偏就撞上了他？要不是江瑶故意摔倒，还在一旁煽风点火，冷眼旁观，事情哪会闹到这地步？不对，打从他搬来的那天起，我就没顺过一天心。还没等他从恨意中走出来，他们已经回到家。欣柔，上次我说的送他们回乡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本来是不想送他们走的，但现在看来，可能让他们回乡下会比较好。孟欣柔知道杨建华不会做这个决定，需要他先开口。欣柔，
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就在这2天找个时间把人送回去。杨建华揉了揉太阳穴，松了口气。不要，我不回去。张秀秀哭喊着，把手里拿的搪瓷水杯摔到地上。你说过要好好照顾我和元宝的，说话不算数。秀秀，你怎么能这么和你杨叔叔说话？快给你杨叔叔道歉。我没错，才不道歉，是他说话不算数，是他要赶走我们。秀秀，你知不知道元宝又惹事了？回乡下对你们来说更合适。我不回，是不是那个坏女人又欺负妈妈了？你居然为了那个坏女人把我们赶走，你也是个坏人。你这么帮那坏女人，是不是也看上她了？被一个孩子当众质问，言语间竟还暗含污蔑，杨建华脸色已难看到极点。心柔，这就是你教的好女儿，好的不学，尽学些坏的。小小年纪，这种话也能说得出口？建华，你先去休息一下，我来劝孩子。孟心柔拽着张秀秀进了房间，哄了很久，才稳住了张秀秀的情绪。糟了，元宝还没回来。孟心柔急忙去找杨建华，又乱跑了吧？这孩子饭点前肯定自己溜回来。今天就说了他几句，从来不会这么晚还不回家，该不会出事了吧？你别自己吓自己，我们先去找找。接着又是一通鸡飞狗跳的找孩子，惊动了整个家属院，最后竟在孟心柔院外的杂物堆里把人找到了。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全院的人都在找你，跑遍了沟边井口，喊得嗓子都哑了，结果你就躲在这儿，冷眼看着我们干着急。我又没跑远，你知道大家多担心吗？瞧瞧，这孩子是越发没规矩了，躲起来看大人干着急，害我们白找了半天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孩子不懂事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家属院的人又气又无奈，一个个沉着脸，转身走了。你看看你教的好孩子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啊！当众撒谎，躲起来看大人着急，还顶撞长辈。我不是。杨建华阴沉着脸进了屋里，孟心柔有苦说不出。这边鸡飞狗跳的时候，江瑶躺床上等贺寻给他按摩，有点害羞，可不按的话浑身都酸痛。管他呢，反正说好了让他按的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可他肩颈线条怎么这么……不，打住，他只是太酸了，我纯粹是出于道义帮忙，纯粹。贺寻手刚按完，连句话都没留，拔腿就跑，仿佛身后有狼追。哥哥，你怎么不抱抱我呀？贺寻下意识抬手揽住怀里作乱的人，暖玉般的触感惊得他慌忙松手。哥哥，不要推开我，你明明也是喜欢的。吴侬软语，醉势销魂。贺寻清醒了片刻的心再次沦陷，亲上了那魂牵梦萦的红唇。早上，贺寻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身体和衣服的异样，真是该死，我又做了那种梦。江瑶起来洗漱的时候，又看到了滴着水晾在院子的床单衣服。这么早就把床单洗了还晾好，贺寻的这勤快劲儿真是没谁了。又要翻译，又要唱歌，还要应付不时蹦出来的人，江瑶可太忙了。第一次看到他工作的样子，认真专注，和平时的鬼灵精怪完全不同。贺寻不自觉地放松脚步，没有打扰他。你回来啦？你先吃饭，我练习下再吃，不用等我。孩子们快到了，我要先做好热身。看他忙着忙呢，我几乎脱口而出，事情这么多，翻译先放一放吧。要用钱，我有，可话到嘴边，又想起江瑶曾说，事业给他的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安全感。算了，由他去吧。不一会，铁蛋他们就来了。姐姐，我们来了。贺叔叔好。为什么他们叫我叔叔，却叫江瑶姐姐？这不乱了辈分吗？你们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姐姐，这是同意书，都签名了，真棒。姐姐，我们开始了吗？等我先跟你们说一下规则。江瑶交代完注意事项，便开始了练习了。院子里不时传来他和孩子们声音，看着他和孩子们相处的那么开心融洽，忽然觉得要是家里有几个孩子也挺好的，热热闹闹的。可我知道，以我对江瑶的了解，她并不喜欢生孩子。想到这，贺寻心头的热忱突然被浇灭了。或许是今天的氛围太好，我差点忘了，我和江瑶不过是一场假结婚罢了。江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练习，看差不多，他就让孩子们回去了。你怎么没去休息？还有20分钟，还可以去休息的。饭菜在盒子里，我先去休息了。江瑶望着贺寻回房间的背影，陷入沉思。怎么这背影看起来有些落寞？不管了，我先吃饭，找个时间问问他。吃完后，江瑶也去休息了。在醒来的时候，贺寻已经出门。江瑶正想走过去把院子的门锁好，就看到方红英那张怒气冲冲的脸出现在眼前。江瑶，你这搅屎棍，凭什么举报我？凭什么说我失职？方主任，距离演出还剩1个星期，您才通知我组织人演出，让我没充裕的准备时间，让整个家属院面临丢脸的可能。
你完全没把我们家属院的颜面和利益放在眼里，也没把看演出的领导和广大战士们放在眼里，你这是公报私仇，是严重的工作失误。江瑶的这一番话，既是反驳方红英的质问，也是说给看热闹的人听的。若不是后来我打听清楚了才知道，原来家属院的人基本都参加过演出，这次谁都不愿再去了。领导已同意不再安排家属院出节目，可方红英却自作主张，拿家属院的规矩当借口，硬是把主意打到了我头上。你少强词夺理，你刚搬来不久，按照规矩就应该当这个代表。按照方主任这么说，那为什么不在我刚搬到这里的那天就通知？是没想起来吗？是，我还在考虑。哦，这么重要的事都能忘，还说不是失职。方主任平时也是这个工作态度，还是只是对我这样？此时方红英才知道，他又进了江瑶话里的坑。江瑶说的话处处是坑，这让我怎么回答？这时徐珊珊也怒气冲冲跑进来。江瑶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？是你自己说学会了，要不是我不教，你凭什么向我领导反映，说我态度敷衍，刁难你？气哑了一个，又来一个。江瑶毫无压力，你领导安排你教我，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嘲讽我，做动作又那么快，还是好几个动作连在一起，生怕我学会，就这教学态度，我有冤枉你吗？还敢来质问我，你这是对家属院不满，还是对你领导的安排不满？你闭嘴！江瑶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，以往别人多少都会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对我礼让3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被人这样对待，就这么一次你就这么记仇，你就是存心让家属院不安宁。这你可说错了，方主任之前就污蔑过我2次，我都没向领导反映。还有蒋世杰连长、薛启玉同志、孟新柔同志和孟同志的2个孩子，他们言语重伤或者害了我不止1次，我都没举报。之前他们损害的是我个人的利益，为了家属院的和谐，我委屈一点不要紧，但你和方主任不同，你们这次损害的是家属院的名誉和利益。作为家属院的一份子，我有责任向领导反映你们的情况，以免以后谁和你们不对付，你们又公私不分，滥用职权。江瑶这番话说的有理有据，看热闹的人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，看来我们误会江瑶了。还有这方红英和徐珊珊，真是不像话，存心让江瑶出丑。就是啊，江瑶代表的可是家属院，江瑶丢脸，不就相当于家属院丢脸吗？这怎么行？想通后，众人看向方红英和徐珊珊的眼神里多了谴责与埋怨。你凭什么说启玉害你？明明是你欺负他。哦，这是他和你说的。没错，所以你别想耍赖。刚好薛同志也在这，不如让薛同志说说我是怎么欺负他的。他说着看向人群后面的薛启玉，没想到看个热闹，火竟烧到了自己身上。被这么多人看着，薛启玉只能硬着头走出来。启玉，你来了，你快把江瑶欺负你的事说出来。看着徐珊珊期待的眼神，薛启玉不知道怎么说。珊珊，你误会了，江同志没有欺负我。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顾及他的面子，不好意思说真话？不是的，珊珊，可能我之前跟你聊天时表达的不够清楚，让你误会了。我们单独聊聊好吗？薛启玉只想拉着徐珊珊快点离开这里。哪里说的不清楚？那些话是你说的，现在你怎么又说不是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谢同志，你就别逼他了，他在我没退婚的时候就和我未婚夫搞在一起，后面让我去找领导反映情况，转头就叫方主任来检查，污蔑我清白，想败坏我名声。每次见到我，不是讽刺我，就是恶狠狠盯着我。他做了太多对不起我的事，在我面前抬不起头的。启玉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面对徐珊珊问话，薛启玉沉默不语。我怎么觉得眼前的好友越来越陌生了？这和我之前听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啊！江同志伶牙俐齿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你别问了。薛启玉说完这句，就红着眼睛跑开了。徐同志，理亏的人才会跑走，有理的人会像我这样坦坦荡荡，据理力争。你不信的话，可以问旁边的婶子，当初的事他们都知道。就是，又不是秘密。你这姑娘看着这么精神，咋感觉睁眼瞎？人家说啥你都听。还没缓过神，又被婶子这么一说，徐珊珊只觉头晕目眩。你看，学武之前你都没见过我，就对我这么大意见，偏听偏信，把个人情绪放到工作中，这就是公私不分。我可一点都没冤枉你，婶子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没错，一点错都没有。梅花，你当时也在。那当然，之前文工团的人就不乐意教我们，我们还觉得自己学得慢，耽误人家时间，不好意思。这回瑶瑶可是学得特别快，这徐同志也没个好脸色好语气。我看啊，根本不是耽误工作的问题，是他们心底里就瞧不上我们家属院的人。
这话性质就严重了。江瑶，我不喜欢的是你，可不是其他人，你别颠倒黑白。我也没有滥用职权，我就是想挫挫你的锐气。谢同志，你这思想觉悟太低了，将个人感受凌驾于工作和集体利益之上，你还是回去和你领导解释吧。就是，还有你，方红英，一大把年纪了，还这么爱搬弄是非，欺负小姑娘，害不害臊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方主任，你怎么把自己比成苍蝇？虽然方主任你是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对，但也没必要这么贬低自己。哼，没文化。方主任是瞧不起读书少的人吗？身为妇女主任，你不为妇女发声也就罢了，竟还看不起文化程度低的妇女。看来我之前对你的种种行为还是太仁慈，让你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你别颠倒黑白，根本没那回事。我是在评价你说的那句话。方主任，我们都听到了，我可没冤枉你，再怎么辩解也没用。不过方主任的话也提醒了我，可能是我以前太过激情分，别人欺我辱我，我还是选择原谅。泥人还有3分气性呢，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。实在欺负我，我不会再轻拿轻放。哎呀，可算是让我的举报之路师出有名了，突然有点期待那些人搞幺蛾子了呢。瑶瑶，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。谢谢婶子。江瑶感激地看着梅花婶子，眨了眨眼睛，她转头看向方红英。方主任，谢同志，既然事情都说开了，那2位就请回吧。方红英又想说话，就被丈夫汤明喊住了。老汤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出身比汤明优渥，又有自己的事业，向来在他面前从未低过头，此刻却被他撞见，这般狼狈，面子和里子全都丢尽了。回去再说。汤明转头看向江瑶，给江同志添麻烦了，我和红英先回去了。汤政委严重了，慢走。方红英憋屈地哼了一声，跟着汤明离开。徐珊珊也赶紧跑路。等着3个人都走了后，江瑶看到了人群后的孟欣柔。看了这么久的戏，也不知道这人到底在那儿站了多久。江瑶朝孟欣柔挑了挑眉，转头和梅花婶子唠嗑。孟欣柔不甘地抿了抿唇，转身离开。薛启玉似乎对他颇为忌惮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江瑶毁了我的平静生活，我迟早要撕了这个女人。孟欣柔还没从恨意中走出来，就看到有人跑过来。欣柔，你家元宝在学校打人了，老师叫你去学校一趟。她心头一梗，快要呼吸不过来。孟欣柔回头看了一眼江瑶，不甘的情绪涌上心头。当初若贺寻答应收养孩子，我再顺理成章的嫁给他，那即便江瑶年轻漂亮，明艳时髦，也不会有他什么事了。过上这锦衣玉食日子的，本该是我。孟欣柔咬牙切齿往学校走去。江瑶和梅花婶子聊了会，就回去了。孩子们放学早，没多久就来找她。江瑶正带他们复习中午学的步骤，刚练得差不多，徐珊珊便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。大毛二毛，我已经和妈说了，以后你们不准再来这里，欺负了我，还想带几个孩子上台浑水摸鱼，想得美。姐，不要，我们想和江姐姐一起唱歌。你们这2个兔崽子，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才这么几天时间，他能唱出什么名堂？你们又能学出什么名堂？他不过是带着你们一起丢脸而已。我们唱得这么好，才不会丢脸。姐，你就等着看吧。你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这家伙平时干什么都不行，没定性，学习成绩差，还不爱学习，面对家里人时都是怂怂的，这回居然敢反驳我了。什么迷魂汤？才没有呢。姐，我真的想唱，你别管了。不行，跟我回去。徐珊珊拉着2毛就走。大毛跟上。江同志，那我们先走了，你再找别人吧。好，没问题的。你不挽留，我尊重每个人的选择。要是大毛和2毛同意退出，你作为家人也同意，我不会强求。慢走，不送。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是不是根本没把我弟弟当回事？徐同志说笑了，明明是你不把自己的弟弟当回事，他们已经明确告诉你不想退出，你却为了自己心里痛快，不顾他们的意愿，强行带他们离开。对上江瑶的眼神，徐珊珊莫名觉得被无声嘲讽。随你怎么说。说完后，拽着大毛2毛想把人拉走。大毛2毛，别担心，先回家吧，好好跟爸妈说，要是他们不同意，下次我们再一起玩。知道了，姐姐。大毛和2毛依依不舍离开。姐姐，少了2个人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今天的学习任务已经完成了，快回家吧，明天中午再过来。叮嘱了其他4个孩子，江瑶就让他们回去了。这时贺寻正好到家，还拎着2袋东西。怎么少了2个孩子？有没有问题？就算只有我一个也没事，独唱也行的。当初会找那些孩子，是因为我觉得挺好玩的，不是非要不可。至于那至少5个人的规定，到时候我都上台了，
谁还管得着？看他这般自信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先前的担忧有些多余。他似乎永远游刃有余，从不受困于环境，也从不因不如意的事抱怨或焦虑。不对，除了那天晚上他做噩梦的时候。想到这，贺寻心情复杂。他不能接受生我的孩子，是因为不喜欢我。那他以后遇到真心喜欢的人，是不是就会和对方真正结婚，生儿育女？一想到这种可能，他突然觉得有点呼吸不过来。江瑶，以后你会和别人结婚生子吗？不知道，看能不能遇到合适的人吧。其实我更想说的是，我本没有结婚的欲望，也从未想过要生孩子，但世事难料，连穿越这种离奇的事都发生了，说不定哪天结婚这种事也会以某种微小的概率落到我头上。他神色如常，仿佛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，可我却觉得心口隐隐作痛。一想到江瑶会和别人真正结婚，会与他人白头到老，我就恨不得把那人宰了。江瑶看他脸色有些难看，便问道：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我去做饭。贺寻大步离开，有种逃避现实的意味。咦，贺寻这是怎么了？话是他自己问的，怎么反倒先不高兴了？以前我也没什么特别要好的男性朋友，不太懂男人的想法。算了，不重要，先去帮忙做饭吧。江瑶在院子里摘菜，贺寻走了过来。我买了东西回来，去看看漏了什么。好，那辛苦你啦，不用干活还能收获一堆零食，太开心了。看他那活泼的样子，贺寻无奈笑笑。他一直夸我，还对我笑，在他心里，我应该是特别的吧。江瑶不知贺寻内心的纠结，正沉浸于收获美食的喜悦中。哇，连我之前随口提过的东西他都买了，还添了许多我没说的，这也太好了吧！这年代的东西，口感果然更地道。看在贺寻这么贴心的份上，他拿着话梅走到院子里。贺寻，这个味道还不错，你要不要也吃一个？贺寻不爱吃零食，下意识想拒绝，却对上江瑶那双真诚的眼睛。我刚刚洗过手了，给。谢谢。贺寻伸手接过，指尖相触的刹那，电流般酥麻窜过全身。他微怔，立刻将话梅丢进嘴里，压下心头异样。江瑶也怔着，贺寻的手温还在，目光落在他骨节分明、修长沉稳的手上。昨晚他就是用这双手给我擦药酒推拿的，脸怎么又热了？打住打住，人家可是根正苗红的兵哥哥，心无杂念，乐于助人，可不能用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去污染他。江瑶赶紧转身跑进屋，担心被感官敏锐的兵哥哥看穿心思。这里没网络，没手机，肯定是我太久没见过男人了，看谁都觉得眉清目秀。跑得这么快，是嫌弃我，就这么不想和我多待一会儿？然后贺寻手里的菜又遭殃了。江瑶已经忘记了刚刚的尴尬，开开心心把零食放到柜子里。可能是这具身体长期缺乏营养，我总是忍不住想吃东西。不过也正因为之前亏欠太多，皮肤从未好好养护过，一旦补足了营养，效果就格外明显。才精心调养了半个多月，皮肤就变得细腻透亮，白里透红，身上也悄悄长了些软软的肉。照这个势头下去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重回颜值巅峰啦。吃饭的时候，江瑶把下午发生的事告诉了贺寻。他们还想找我理论呢，一个两个都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已经放出话了，日后谁再惹我，我都不会像之前那样轻易原谅了。特别是孟欣柔母子三个和蒋世杰、薛启玉，先和你说一下，免得你什么也不知道。别担心我，想做什么就去做吧，我会支持你的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你也知道，我这张嘴向来不饶人，就不怕我把家属院的人都得罪光了，让你在领导面前难做。你可是个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想建功立业的人，按理说不该希望我惹是生非，坏了你的名声吧？你这人最讲理，只要没人先找你，你绝不会去挑人家的刺。我把你娶进门，是疼你护你，不是让你在外头受气的。原来你这么了解我。没错，我就是这样的，别人不惹我，我不会主动惹人。你这话也太让人心动了，我们可是假结婚，他居然都能说出娶你回来不是让你受委屈的话，人也太好了吧？心动？此心动非彼心动，意思是你说的话让人很开心，就像我听了就很开心。原来是这样。没错，下周3我要去市区交稿子，然后回家看看伯父他们。你有时间回去吗？没有，我让爸派人来接你。不用了，那样太高调了。你不想录身份的事，我可一直记着呢。我搭部队的车出去就成，不惹眼。是有点太招眼了，不合规矩。我向来主张一视同仁，从不搞特殊化，没想到今天倒要你来提醒我这个道理。到家后打电话给我。知道了。贺寻的反应很奇怪，难道他真的忘了，只要扒一派车，身份就藏不住了？可又不像，他若毫无察觉，怎会说出那句话？没多久，两人吃完饭，江瑶想去洗碗，又被贺寻拦下。他靠在门框上，
歪着脑袋看那个在灯光下洗碗的高大男人。虽然我很享受单身生活，一直不想结婚，但如果是这样的男人，这样的婚后生活好像也不错。不过还需要观察很长一段时间，有的人很会装，有的则是坚持不了多久，容易变。就算找个饭搭子，那也得好好考察，更别说结婚对象等等。不对，一旦结婚，生孩子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，可我对此毫无期待，甚至有点抗拒。算了，别想那么远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好好履行这3年饭搭子的职责。察觉到身后的目光，贺寻动作都僵硬了。你一直看我干什么？如果只是想陪我干活，其实不用，我马上就好。话没说完，就因走神碰翻了旁边的碗。刚刚是谁说很快就好的？哈哈。江瑶笑归笑，手里拿了扫把和垃圾铲过来。没留意，我来扫，你出去吧。好吧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叫我。出了厨房后，江瑶无声的笑了。贺寻害羞的样子还挺好玩的，哈哈。他真的很容易害羞，和他那阳刚的硬汉形象很有反差感。这种一般只会出现在3次元人物上的性格，居然让我遇到了。江瑶帮贺寻拎热水时，他的动作又开始僵硬起来。他为什么总是看我？是不是对我也有特别的感觉？想到这，贺寻的心跳得更快，脸也在烫。可惜江瑶没感觉出来。得知贺寻有趣的一面后，江瑶擦药酒时已没了先前的难为情。他刚才那副一本正经、又手忙脚乱的样子，真是太好笑了。我这副样子还真像古代等着人伺候的皇帝。越想越有那味儿了。可惜如今反对封建迷信，没法跟贺寻分享这个念头。贺寻进屋时，见江瑶趴着，修长的小腿，白皙晃眼。贺寻突然觉得口干舌燥，不受控制的咽了一下口水。你来了，麻烦你了。江瑶留意到贺寻眼神躲闪，不敢直视他。他怎么又害羞了？原来他一直这么容易脸红，只是我先前没发觉罢了。贺寻观察力过人，自然知道江瑶在看他。这段时间辛苦了，还好有你帮我，不然这么短时间里，又是训练又是忙各种事，我肯定的废了。要是累，就别这么高强度练习。那怎么行？既然决定做了，就要做到最好。听到这熟悉的话，贺寻有些愣神。我爸是这么要求我的，我也是这么要求自己的。我一直以为江瑶性格活泼，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什么都影响不了她，也不爱干活，更吃不了苦，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没想到她居然为了方红英强加给她的任务，宁愿受苦也要做到最好。贺寻没说话，手上的动作也慢了下来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贺寻觉得自己的心跳又不受控制了。别乱动，我再动一下，哈哈。江瑶调皮的晃了晃头，然后听话的乖乖不乱动了。贺寻被他可爱到无奈笑了。他身上似乎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染力，能让与他相处的人由衷的感到快乐。贺寻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说的是对的。那当然啦，我可是很公私分明的。虽然是方红英塞给我的任务，但我代表的是家属院，代表的是我和你。私底下给方红英教训就行，到了台上还是要拿出真本事。也代表我？对呀，我是你名义上的妻子，当然也代表你呀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虽然不是我想要的答案，但江瑶心里终究是顾及我的，并非全然不在意，这倒是个好兆头。好啦，专心点，我未来1周的幸福可都掌握在你手里，我简直不敢想象，要是没有你帮忙，我会有多难受。江瑶的话落在贺寻耳朵里，却让他呼吸有些急促。贺寻掌心触到他细腻的肌肤，梦中的画面挥之不去，一时恍惚，分不清是梦是真，竟忍不住想将他拥入怀中。疼吗？不疼，你下手挺轻的，就是有点凉。贺寻没应声，只觉心口发烫。那你别乱动。意识到自己失控了，贺寻草草帮江瑶按了一会。我先出去了。啊。江瑶看贺寻的时候，只有他匆忙的背影。贺寻怎么每次都走得这么匆忙？江瑶抬起胳膊，活动了几下，果然轻松了很多。没一会，就听到浴室里传来水声。贺寻洗澡的动静一听便知，水是哗啦一下猛浇到身上的。以前他也是帮我擦完药酒才去洗，可从没这么大的阵仗，这么狠的冲冷水，身体素质还真是好。有什么想法从江瑶的脑子里跳出来？冷水澡，早上滴水的衣服床单，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？江瑶惊得嘴巴微张，我真是够迟钝的。想当初我也是游走在各大小说网站的熬夜女王，怎么穿越到没有网络的时代，脑子也原始化了。江瑶拿起镜子看了看自己的脸，又低头看了看身上，想我肤白貌美，腿长腰细，贺寻又正值20多岁的血气方刚年纪，天天对着我这么个大美女，还得亲手帮我按摩，这搁谁身上能顶得住啊？哎，真是草率了，看来以后不能再让他帮忙了。好在最难熬的那2天已经过去，
接下来我自己动手就行。我并不觉得这么短的时间能让一个人喜欢上另一个人，无非是身体本能，荷尔蒙作祟罢了。他蹬了蹬腿，把被子往身上一盖，睡觉了。另一边的贺寻却没他这么舒心，都冲了冷水澡，怎么还是浑身燥热？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又做了让人血脉喷张的梦。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。明明知道对一个女孩子做这样的梦很龌龊，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控制不住那颗想要得到她的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哟，这不是咱们军区的铁人贺战吗？怎么这才结了婚几天，腰杆子都快挺不直了？少废话，你要是羡慕，自己也去结一个试试，看嫂子不把你骨头拆了炖汤。得，我可没你那福气，也没你那体力。不过说真的，新婚燕尔不至于这么虚吧？再嚼舌根，下次5公里负重，我亲自给你加20公斤。兄弟，悠着点，陪我练练。贺寻一把捏住他肩膀，直接把人拽离原地。别啊，找你的兵练去，实在不行，像上次那样找蒋世杰。他不经打不过瘾，快来！感情把我当沙包了。莫少棠嘴里抱怨着，动作上却不含糊。刚结了婚的人，特别是新婚燕尔，哪还有从前那股狠劲？体力肯定不如从前，我也不用再担心被揍得满地找牙了。然而没多久，他就叫喊着求饶了。不是，贺寻，你这体力也太变态了吧？我看着你不像是被榨干了，倒像是欲求不满。对，欲求不满，不然也不至于一身力气没出现，逮着我这么折磨。被说到痛处，贺寻脸上更黑，动作也更快。当了政委后，你这功力退步了不少。那是你提升太快了，歇一会不行了。贺寻看他累得够呛，停手了。两人找个地方坐下，一个阴沉出神，一个瘫着喘气。阿寻，你今天不太对劲，该不会是和江同志吵架了吧？没有。贺寻想也没想就否认。别乱猜，我就是手痒了，想找人练练。呵，解释这么多，可不像你以前的作风。此地无银300两，不过这是你们小夫妻的事，我也不好多嘴。江同志看起来是娇弱，你喜欢他、心疼他也是正常的，但也不用这么忍耐，搞得自己这么难受。莫少棠的话让他有片刻的失神。你觉得我喜欢他？不是吗？为什么这么说？贺寻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正破土而出。你至于这么炫耀吗？行，你想听我就说，但凡和江瑶有关的事，你比去训练还上心，从来不让他操心，甚至为了不让他为难，还强硬把丈母娘遣送回苏城。这要是不算喜欢，你告诉我什么是喜欢？听了这番话，贺寻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。我对江瑶太过上心，有违本性。起初只打算平静度过这3年婚姻，却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牵动心绪。如今竟觉得若余生皆如眼下这般，而那人是他，倒也不坏。大概正是这份动摇，让我开始在意他的好恶，甚至因他一句话而心神不宁。所以我喜欢上江瑶了。想什么呢？你一个没结婚的人，是不会理解结了婚的男人想什么的。好啊，感情你让我说这么多，就是为了嘲笑我？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狗屁事实！下次别再找我，去找你的江瑶吧。你俩卿卿我我，腻腻歪歪得了，还练个啥？你一个没结婚的人，就别乱叫人了。怎么歧视没有结婚的人？你觉得呢？你怎么用脸骂人？我那是没遇到合适的。等我结婚了，我可不会像某人一样，还要找人切磋。那也比没结婚的人强。我回家了，江瑶还在家里等我，你回宿舍吧。一个是家，一个是宿舍。莫少棠又躺枪。结了婚了不得啊！我想结也能结。就算是假结婚又怎么样？起码这3年我是有家室的人。不，3年只是个开始，假的也可以变成真的。江瑶不知道这两人的菜鸟互啄，此时他在家里马不停蹄翻译稿子。对我来说，那些找茬的人不过是生活的调味剂，无伤大雅。我的正经目标很明确，拼命赚钱，在30岁前光荣退休，舒舒服服过上80年代的米虫日子，有粮有闲，万事不愁。不过眼下这份翻译工作，说到底只是个跳板。我真正的打算，世界新华报社这个平台，慢慢积攒名气，打通人脉，最终办一家属于自己的报社。现在所有的报社都是国营的，国家还没批准私营媒体，这条路短期内走不通。但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也可以一步步铺路。毕竟无论哪个年代，谁掌握了舆论，谁就握住了话语权。江瑶写了3个小时，有些疲惫，正打算休息一会儿，就听见外面人声嘈杂。他好奇地跑出去看热闹，发现动静是从方红英家传来的。婶子，咋回事啊？方红英之前被举报没法升职了，升上去的那个是和他不对付的，他气得不行，又赶上汤明给家里的寡嫂汇钱，吵起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婶子，给家里的寡嫂汇钱是怎么回事？方红英不是个脾气好的，能同意？这哪能同意？但那汤明铁了心给钱，他也没辙。听说当年要不是方红英闹得厉害，
汤明就收养了他哥留下的孩子。没收养，就改成给钱了。没错，你猜猜看，汤明每个月给那对母子汇多少钱？1半。哎呦，你咋猜得这么准？也就方红英好面子，这么多年都不往外说，也不闹。这要是换了别人，早就捅出来了。这早就超出了正常帮忙的范畴。汤明不是没分寸，就是心里头不干净。瑶瑶可得多个心眼儿，是你举报他的，他能不记恨？回头准找你麻烦。这我当然想过，但他真要找上门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婶子，您就放宽心吧，该吃亏的可不是我。那也要小心点。梅花婶子话没说完，就看到方红英气势汹汹走出来。江瑶，搅黄了我的工作，你满意了？方主任，你可别乱说，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能影响领导做决定。方主任要是对领导做出的决议不满意，应该和领导反映情况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和贺寻结婚前就和他睡在一起了。像你这样不守妇道的女人，没有资格住在家属院。吆喝，这陈年老账又翻出来了。行啊，今儿个就一块算清楚。方主任，你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败坏我和贺寻的名声，我要以军属的名义举报你污蔑军人、污蔑军属。这边的动静闹得太大，已经有人来调解。同志，你们来得巧，大伙儿都听见了。方红英张嘴就诬赖军属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大家都可以证明。汤明想阻止，已经来不及。终究事实了，方红英脾气冲就算了，可谁料他连这点轻重都掂不清，竟敢在这节骨眼上挑衅江瑶。很快，方红英被带走。放开我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可惜太多人听到他之前说的话，他也拿不出证据，只能接受调查。这回我犯不着再装软弱，如今这世道，民生就是命根子，兔子逼急了都敢啃人一口，何况我。你啊，就是太磨磨唧唧。要是我，谁敢这么编排我，我直接给他一个大嘴巴子，再把他送进去。兰花婶子，我知道了，以后谁再乱说话，带坏我名声，我绝对不放过。你知道就好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瘦不拉几的，也就那张嘴能顶顶用。兰花婶子，你真的好关心我，连这都关注到了。江瑶亲昵地拉着他的胳膊，这不是还有你在吗？我很安心。少说这有的没的，我要去做饭了。瑶瑶，别管他，他那是山猪，吃不了细糠，以后别拉他，拉我。秋兰花下意识想开骂，看到江瑶在旁边，懒得管你们，然后2条腿抡得飞快走了。婶子，你也回去做饭吧。行吧，有事来找我。要是贺营长责怪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去说他。他不会的，婶子，你放心。那就好，我先走了。已经中午，围观的人都回去做饭了。江瑶看到了拐角处的薛启玉。江瑶，我有话和你说。我没兴趣听，不用想我也知道，是来替你姨妈求情的，我不吃这一套。还有，别跟着我，我和你说过的，以后见到我绕路走，不然我不介意也送你一封举报信。江瑶快步走进院子，把门一关。当初方红英去捉奸，是听了薛启玉的话，如今他自己却面临调查和处分，势必会回头找薛启玉索要证据，甚至逼他出面作证。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果然，他才刚关门一会，就听到有人来找薛启玉。哈哈，狗咬狗才最精彩。江瑶做好热身，又练了好一会，就把院门打开。孩子们怎么还没过来？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怕是要出状况了。就在他正想的时候，孩子们终于来了，大毛二毛也一起，后面还跟着张秀秀和张元宝。江阿姨，我和元宝也想一起唱歌，可以吗？这世界蛮横在我面前讨不到便宜，换招式了，都可以，我家不欢迎你们，请马上离开。为什么他们可以，我和元宝不可以？你是不是因为和他们家的大人关系好才这样？怎么不装了？当然是因为他们乖巧懂事有礼貌，也守信用。你这坏女人就是偏心。张元宝还想去推江瑶，被铁蛋推开。张元宝，你又欺负江姐姐，我奶奶说了，没种的人才欺负女孩子，你管不着。张元宝大喊着，上次和铁蛋扭打到一起。春妮，去叫他们家里人过来，说他们的孩子打架了。不准叫。怎么害怕了？孩子闯了祸，总得由家长来担责。除了叫家长，他还让大丫把政委莫少棠叫来。很快，孟心柔、杨建华和梅花婶子匆匆赶了过来，身后还跟着一群看热闹的人。杨副营长，看来你也没有做到之前承诺的事。江同志，对不住，我和孩子的母亲会尽快把孩子送回乡下。
先前顾及颜面，一直没有出面插手此事，如今事态发展到这般地步，我也不得不开口了。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不关心。我只知道孟同志和杨副营长又一次食言了。既然二位教不好孩子，任由他们屡次惹事伤人，那就不妨请领导来帮你们吧。莫政委，我要一个明确的处理结果，而不单单是表态，麻烦你了。好。眼看着要被带走，孟心柔有些慌了。孩子就是顽皮了一些，他们心不坏。莫政委，我们这就把孩子送回乡下。孟同志，有话稍后再说。莫少棠没和他们多说，直接把人带走了。短短1个多小时，2拨人全被带走了。江瑶是不是太较真了？你没瞧见他那眼神，根本不是较真不较真的事，他是铁了心要撕破脸。张秀秀说的也没错，凭什么就这几个孩子能上台演出，他们的就不行？说到底，不就是因为这些孩子的家长跟江瑶关系好吗？葛同志，你不清楚情况就别乱说话，更别平白败坏我的名声。星期一那天，大院的孩子们都来我这儿领喜糖，我临时有急事，匆匆去梅花婶子家借蒸笼和青菜，临走前还特意交代他们等我一会儿。可等我回来时，院子里就只剩下铁蛋他们6个孩子了。我看他们乖巧懂事，便顺口问了一句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上台演出，就这么简单。而且我从梅花婶子家回来的路上，还碰到了丽萍嫂子和桂芬婶子，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。此时王丽萍和刘桂芬也在这，纷纷表示确实看到。就算是这样，也有失公正，你就不能公开示人吗？这得问方主任啊，他这么晚通知我，就剩这么几天了，哪有时间再组织孩子们过来？到时候万一又因为别的事耽搁了，那直接不用练习了。还是说葛同志这么厉害，能代替我上台？要是这样，选谁我都没意见。是啊，时间这么短，哪有时间搞这搞那？能拉到人就不错了。而且就连那么几天，上去也是丢脸，还不如不去呢。你的事凭什么要我替你？对啊，是我的事，所以葛同志凭什么管这么多？身为老师，我有责任让孩子们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。既然都说开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这么快就走了，还以为又能送走一个。这时江瑶看见徐珊珊，徐珊珊吓得连连后退。本来是想来嘲讽几句的，可一路上听闻江瑶今天干的事，我立马打消了念头，还是赶紧留为妙，不然下一个被带走的恐怕就是我了。眼下不过是因为举报信被取消演出资格，若再主动撞到江瑶跟前，以他那睚眦必报的性子，后果只会更糟。自家姐姐仓皇逃跑，大毛二毛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江瑶不经意回头，目光扫过围观人群，众人纷纷闪躲眼神，借口有事匆匆离去。都这么怕我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大毛二毛，家里人同意你们上台演出吗？同意，爸妈都同意，我姐她应该也同意，她人都走了，肯定同意的。那就好，欢迎你们回来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江瑶带着他们一起排练，等练习结束，送走孩子们后，贺寻却仍未回来。都这个点了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他不放心，准备出门问问情况。刚打开院门，就看到一个小战士急匆匆跑来，手里还拿着2个饭盒。嫂子，我是勤务滨周和平，这是贺营长叫我拿给你的饭。贺营长让我转告你，他中午有事不回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麻烦你跑一趟了。为人民服务，不麻烦。来，这是给你的喜糖。江瑶把口袋的糖果都拿出来，递给周和平。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，嫂子，我不能要。这是喜糖，又不是别的，拿着沾沾喜气。对啊，喜糖和别的东西不一样。谢谢嫂子，那我先走了。说完后，又敬了个军礼。好。江瑶朝他挥了挥手，看他走远了，这才拿着饭盒进屋。没有时间回来，却记得给我打饭，让人送回来。贺寻也太有责任心了吧。江瑶开开心心的吃饭，然后又翻译了一会，就去午休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江瑶被一阵阵争执的声音吵醒，她走到后院的角落，听外面的动静，是方红英和薛启玉的声音。启玉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当初我是信了你的话才招惹江瑶的，现在我因为这事遇到麻烦，要你作证，你居然不承认，你对得起我吗？薛启玉看了眼周围，发现没人，松了口气。小姨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我真没想到你还会提起刚才那种情况，我太害怕了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方红英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竟还怪罪于我。只是现在我还不能跟他撕破脸皮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就否认自己做过的事。你口口声声和我说江瑶和贺寻不清白，到了那被人问话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是你小姨，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小姨，我也是被逼无奈的。江瑶做事不顾后果，
我本来就怕他，刚刚又被人审问，我的心真的好乱。那你之前说的证据呢？没有了。所以你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，拿我当枪使？不是的，小姨，原来是有的，后面被江瑶骗了。小姨，这是真的，我没骗你。好啊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手里没了证据，被江瑶拿捏了，不敢得罪他，就牺牲我，又或者是你根本就没有证据，都是骗我的，骗我去针对江瑶。小姨，别说了，我不想听，这回我自认倒霉，以后我不是你小姨了，不要再来找我。小姨，薛启玉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全是因为江瑶，我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真的去举报了。贺寻趁机把新账旧账一块清算，小姨和姨父的支持，这下全泡汤了。他强自冷静，待情绪平复后才离开。薛启玉果然没让我失望，方红英这回算是玩完了。江瑶慢慢去洗脸刷牙，就听到不远处传来争吵声。等她出来，被梅花婶子拉住。瑶瑶，方红英现在正火呢，你别过去，我们去云芳那边，他们两家就隔了堵围墙，在那保管听得真的。哈哈，好啊，咱们可真是八卦同道中人。来到姚云芳的院子后，江瑶和梅花婶子一起趴在墙角偷听隔壁动静。方红英，你真是疯了！你被开除，我可以帮你找别的工作，为什么要举报我？我是疯了，我只恨自己疯得太迟。以前我顾及面子没说，可你每个月都把一半工资汇给你家寡嫂，我倒要问问，若真对她没想法，能做到这份上吗？我合理怀疑你们关系不单纯，举报你们难道有错？真是不可理喻。汤明，你有种在这对我好，怎么没种对你那好嫂子好？面对领导的问话，你那嫂子可是羞答答的，这才让领导做了决定。你要是清白的，去骂他。我都说我和他什么都没有，照顾他和他的孩子是遵从大哥的嘱托。你大哥可没让你给他一半工资。你知道在农村每个月70块是什么概念吗？有的人一年都没有70块花，你还敢说和他没什么？你要是这么不舍得他受苦，当初为什么不娶了他？方红英，当初是你铁了心要嫁给我的，还说不介意我帮家里。所以你是见我看上你了，就不把我当回事。汤明，你要是不愿意娶我，就直截了当拒绝我。可你呢？你没拒绝。还有，你是农村出来的，出人头地了，帮扶家里是正常的，但你摸着自己良心说，这是正常的帮扶吗？事已至此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不，我要说，我要和你离婚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和你离婚。扔下这句话，方红英进屋收拾东西，屋里随即传来压低的争吵声。这还没听够呢，怎么进去了？就在他侧着耳朵听里面的动静，余光看到门口站着的贺寻。你先回家，我一会儿再回去。好。当初是不是方红英追求汤明的？听说是，不过这汤明也是个缺心眼的，有家室的人，对那寡嫂也太好了。没错，就像方红英说的，这么想对寡嫂和侄子好，干脆娶了他得了，别祸害别人。这种拎不清的人，我真是打心眼里看不起。江瑶话音刚落，正见梅花婶子朝他眨了眨眼，余光一扫，便瞥见了站在他身后的贺寻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或许太惊讶，身子一动，凳子晃了下。见江瑶动作危险，贺寻一把将他抱下。回家了。婶子，云芳姐，我先回去了。行，回吧。梅花婶子和姚云芳相互对视一眼，眼神里满是羡慕。我们怎么就没有这样的待遇？都老夫老妻了，还搞那些干啥？回到家里后，江瑶开始声情并茂地讲述之前听到的八卦。家属院的事都逃不过我的眼睛和耳朵，等有新消息了，我再告诉你。贺寻看着他，嘴角不受控制上翘。这么可爱，我忽然有点明白自己为何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喜欢上他了。我怎么觉得你笑得有阴谋？没有，你多虑了。想不想知道汤明夫妻和杨建华夫妻的处理结果？当然想啊，来喝水，慢慢说，详细说。汤明转业，方红英被开除，杨建华和孟欣柔被警告，留档案，3年内升迁无望。张秀秀和张元宝会在这2天被送回乡下。还可以，之前我听方红英说，汤明那嫂子面对领导问话，羞答答的，是真的吗？她没有否认。事情一出，我们联系了汤明老家当地的公安，请他们出面询问，也和汤明的嫂子通了电话，他倒没有羞怯回避，但也未言辞否认。领导认为汤明在原则上并无大错，但处理家事确实欠妥，加之被妻子举报，转业已是最好的选择。他嫂子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毁了汤明的前途？而且汤明每个月都给他这么多钱，他就不怕以后不给了？胃口养大了呗。确实得到了钱和关照，就想要更多，说不定他巴不得汤明离婚转业回老家呢。男人啊，总喜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一天天的
把大仁大义放在嘴边，对别人倒是好了，对自己的家人，特别是自己的妻子，残忍的不行。我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人。贺寻被他看得心里有点毛，这指桑骂槐，是不是觉得我也是这样的人？江瑶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一心一意对你，不会像他那样。我也没说你啊。江瑶被他这郑重的样子看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最好是这样，不对，你不用和我保证，等你以后遇到喜欢的人，一定要好好对他。我会的。贺寻还在看江瑶，承诺道：你中午没回来，就是在忙这些事。和你有关，我要避嫌，其他人忙着处理他们的事，我接手部队的活。我打算把薛启玉和蒋世杰也一起解决了。方红英和薛启玉反目成仇，薛启玉被亲姨妈指认，又被叫去问话，名声受损，而且他已经否认之前说过的话，说不知道我和你的事。要是他临时改口供，他的话可信度就更低了，你觉得呢？可以，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。那我现在就写举报信。江瑶说干就干。薛启玉不是想等蒋世杰飞黄腾达吗？那就等吧，等到天荒地老，嘿嘿。而且我要借这件事撬开薛启玉的嘴，逼出贺寻前世的结局。江瑶洋洋洒洒写了3页纸，结束的时候还觉得意犹未尽。这蒋渣渣和薛健健做的无耻事，真是罄竹难书。可惜害死原主的事没办法说出来，你看看有没有哪里需要改的。江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政治敏感度还是有些欠缺的。字迹娟秀，逻辑缜密，语言干净利落。写到蒋世杰和薛启玉的行径时，那份愤怒透过纸背扑面来。你这文字功底，不去写稿子，简直是浪费才华。没有问题吧？写的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把信和承诺书交给我，我帮你交上去。行，你还要忙工作吗？不用。江瑶没有半点犹豫，就把举报信和承诺书交给贺寻。江瑶如此信任我，在他心里，我果然是特别的，有机会的。承包了跑腿的任务还这么高兴，贺寻真的好有正义感，好有责任心。那我们去做饭吧，我现在有点饿了，可能还在长身体，我真的好容易了。好，我去就行，你去做自己的事。那怎么好意思，辛苦你啦。贺寻脚步轻飘地朝厨房走去。他对我笑得这么甜，应该是在意我的吧。没过多久，贺寻就把饭做好了。哇，这菜一看就很好吃，还有这饭火候正好，锅巴刚焦黄，是我最喜欢的。要是我煮，肯定把控不了这么好。这一番夸夸夸中，贺某人都飘飘然了。你喜欢就好，快吃吧。好。江瑶吃得一脸幸福，她停下筷子，轻轻夹了些菜放进贺寻碗里。你也多吃点。他居然给我夹菜了。贺寻唇角微微上扬，眼中藏不住的欢喜，一口一口细细咀嚼着菜中的滋味。江瑶也沉浸在美食的世界里，吃得很欢快。贺寻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你不用给我擦药酒了，我身体不疼了。是不是我按的不好？没有，你按的可好了，我可不想又让人洗冷水澡换床单，太罪过了。是我的身体已经适应这个运动强度了，不用再按了。贺寻看出江瑶神色有一丝不自然。好，需要帮忙就叫我。知道啦，好不容易说明白了，再多说几句，我可能没办法继续争下去。解决了心头的一件大事，他安心去睡觉了。另一边的贺寻却又失眠了。江瑶拒绝我的帮助，是怕惹人非议，还是根本不在乎我？若他心里真的没有我，我又该怎么做才能走进他的心？这一晚，家属院的很多人都失眠了，就江瑶睡得最踏实。第二天一早就被敲门声吵醒。请问你是？江同志你好，我是薛启瑜的母亲方佩琴，打扰你了，方便进来聊一会吗？不好意思，方同志，如果你是因为薛启瑜同志的事来的，那我想我们没有交谈的必要。江同志，你以后还要在家属院生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方同志此言差矣。俗话说，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薛启玉同志上赶着做第三者，上赶着陷害人，这可怨不得别人。真说要怨，那也是怨方同志你没有好好教导他，让他知晓礼义廉耻，让他懂得与人为善。江同志还真是能言善辩，巧舌如簧。方同志又说错了，巧舌如簧是说人善于狡辩，我刚刚说的可不是狡辩，是事实。怪不得方同志教育不好女儿，原来自己的认知就有偏差。之前红英说江瑶说话气人，我还以为夸大其词，没想到都是真的。江同志，开个条件吧，要怎么样你才肯撤回举报信？我是不会撤回的，方同志就别费口舌了。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知道送出去的举报信也会被拦下，看来方同志和薛副师长出了不少力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没有拦下，江同志不要误会。既然没有拦下，送出去的信又谈何撤回？方同志说的话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本想让江瑶知难而退，结果不但没劝住他，反倒让他抓住了话里的把柄。江同志，你确定不改变主意？没错，
贺寻只是个营长，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就没想过会影响他的前途？这事就不麻烦方同志了。我和贺寻没做亏心事，也信军区领导会公正处理。可你又是拦举报信，又是拿权势吓唬我，这算不算以权压人啊？哼，还想威胁我？也就这年代不方便录音，不然我分分钟把人送进去。别误会，我只是提醒你一句而已。既然江同志不同意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去。两人本就站在门外交谈，这一幕被不少人看在眼里。等他一走，有人来问江瑶，他也没藏着掖着。不到2小时，整个家属院都知道了薛启玉被举报。方佩琴还特意上门威胁，等其他人都走了后，瑶瑶啊，这事情搞得这么大，会不会影响贺寻？举报信交上去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和薛家彻底撕破脸了。贺寻知道这一点的，而且这种事藏不住，与其遮遮掩掩，不如大大方方说出来。梅花婶子的话让我忍不住多想，贺寻愿意替我递举报信，是不是对我太好了？薛启玉有背景，而他向来不愿沾父亲的光，按理说这时候最该做的就是明哲保身。这么看来，我算不算欠人情了？都到中午了还没回来，贺寻今天恐怕还有事要处理。下午，江瑶尚在休息，便被勤务兵带去问话，不过是核实举报信内容。出来时，恰巧遇见薛启玉和蒋世杰。江瑶，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？没错，我就是见不得你好。见异思迁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就应该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人人喊打，而不是站在不属于他的高度，玷污部队的神圣高洁。方红英和汤明已经倒台，薛启玉的名声也毁了，这正是反击的最佳时机，我绝不会错过，更不会让这对渣男贱女继续逍遥快活。你是不是还在恨我没有娶你？我要感谢你不娶之恩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和薛启玉同志一起，祝你们长长久久，永不分离。江同志放心，我们一定会长长久久。希望你和贺营长也一样。我和贺寻这么好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当然会更长久。不像你们，日后怎么样都不知道呢。薛同志有这时间，不如担心一下蒋连长的前程。是吗？希望再过2年，江同志还能说这样的话。至于蒋连长的前程，就不需要你费心了，他会到达你想象不到的高度。说大话谁不会呀？薛同志，做人要脚踏实地。那你等着看，是谁说大话？以后的事谁说的准？我只知道现在有人要倒霉了，我先走了。江瑶早就看到贺寻在等他了，心里也在琢磨薛启玉的话。2年，也就是说贺寻出事是在2年后，还好还有时间补救。要不是爸妈不让我再惹江瑶，我肯定要把贺寻前世的结果说出来，让那女人没法得意。贺寻，你在等我吗？回家吧。我忽然觉得眼前这一幕似曾相识。那一次张秀秀他们被审问时，贺寻也在等我，轻声说要和我一起回家。你刚刚怎么没进去？看你应对着游刃有余，我去了多余。那你说对了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，他们的事有结果了吗？薛启玉坚称和蒋世杰谈对象的时候，不知道他有未婚妻，自己也是受害者。这时候还没和蒋世杰分开，是因为蒋世杰已经退婚，他心软了。其他的他全都否认，也没有确切的证据。对他的处罚只是教育警告。至于蒋世杰，他坚决表示和你的婚约是长辈临时定下的，他一直把你当妹妹，想着等你成年了再和你说清楚，解除婚约。没想到你不打招呼就来部队了，对他的处罚是降2级，留档案。没有退伍啊？不过这样的结果也在意料之中，薛家出了不少力吧？可能用了薛家老爷子的面子。怪不得，薛老爷子是什么职位？和我爸一样上过战场，只是受伤退伍了。难怪薛家这么有底气，原来还有这层关系。不过我也没指望能一次按死他们，能阻碍到蒋世杰的前途。就算成功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让这渣男步步高升的。很失望。没有，降2级，留档案，够他喝一壶的了。哼，立不了大功的话，这辈子算是升职无望了。你这么帮我，就不怕对你有影响？我立功多，影响不了。还挺自信的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其实不用这样的。你觉得我对你很好？对呀，你可是一心只求建功立业的，能做到这份上也没谁了。还有啊，你从来不觉得我多事，还默默帮我解决问题，这要是都不算好，什么才算？你做的事都有依据，不是多事，我也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。我知道你有责任心，不过还是希望你能多为自己考虑。江瑶点到为止。好啦，不说这个了，回家吃饭咯。他把我的好都记在心里了，看来我之前做的还不错。那如果以后我对他更好，他会不会越来越喜欢我，甚至再也离不开我？温水煮青蛙，或许这是个打动江瑶的好办法。如果江瑶喜欢上我，那他就不会考虑离婚。对了，方佩琴来找过我，想让我开条件放过薛启玉，我拒绝了。有没有被欺负？
当然没有，他倒是被我气得够呛，一个个的都想说大道理或者威胁我，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两人一路说着话，回到家属院，看到边上的人，江瑶刚想打个招呼，那人假装很忙的样子跑了。我有这么可怕吗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什么恶霸呢。